Hello，想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你们即将显化什么样子的奇迹好运来到你们的生命中，以及宇宙给你们的建议跟提醒。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哦。第一张牌是愤怒，第二张牌是 help 帮助。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目前呢，有些人你们内心有一个压抑了很久的情绪，这个情绪跟生气跟愤怒有一些关系。那这一张牌画的是手哦，然后有一只刀穿透了这个骨头，穿透了肉，直接刺穿了这个右手，然后流了一些血。这个愤怒真的是扎根扎得很深，让你好像停在那边，你的状态可能有一点停滞了，就是不动了。可能你们需要疗伤，因为有一件事情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抒发，让你真的压抑了很久。你想要生气，没有办法生气。这个愤怒啊，正在干扰你的能量哦，它扰乱了你的心轮跟脐轮，使你变得很不耐烦。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不顺利，很多人都在跟你作对，别人不懂你，然后你身边有一些人试图好像要去阻止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说去拖垮你，让你没有办法离开某一个灵魂暗夜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努力往上爬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人好像拉着你的脚，不让你重见天日，他在拖延你，他在压倒你，然后你会觉得面对生活啊是很辛苦的。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这个辛苦来自于很大的压力跟很大的束缚。可能你们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很努力的，也确实获得了一些不错的表现跟肯定哦。但是你今天获得的这个成果啊，好，这些掌声你真的是付出非常非常的多，可能每一天都花很多时间在上班，或是下班之后你的脑袋还在担忧着明天上班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放松。你会觉得我今天要这么辛苦这么努力才能够取得这个好像这一些成就，而别人可能有其他的管道，或者很轻松就可以赚到这些钱，或者是说在工作的领域中，因为你们比较好说话，因为你们能力比较强，不知不觉的就被丢了一些事情在你身上，那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馈跟感激。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家庭中，你觉得你付出很多，可是你并不是父母亲最重视最疼爱的那个孩子。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不管是来自于哪一方面愤怒的能量，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压抑住了。你们会这样子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你们比较辛苦，然后有很多东西让你很沉重，让你觉得很心累，然后你们又必须要咬牙去苦撑，咬牙去面对。好，今天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有一些人，其实你们已经意识到了，你心中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怒火，很大的愤怒，但是你们不愿意去放下，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愤怒、这个生气可以让你有活力，或者是说可以让你能够去战斗，能够让你复仇，或者是能够让你往前冲。甚至很多朋友，你们对于生活的动力的那个来源，就是某一个复仇，某一个想要反败为胜的那个目标，那个信念，那个动力，或者是你想要脱贫，你想要出人头地，你想要不再被别人看不起，好，无望再举。即使你现在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还不错的位置，或者是说还不错的一个状态，你也会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昔日的一个苦难。所以有一些朋友
这个愤怒哦，它确实使你成长，使你前进，使你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它也让你停留在某一个挣扎的状态中，它会使你跟你的灵魂的本源隔绝，它会让你没有办法去爱。所以宇宙有一个提醒是说呢，要去释放这个愤怒哦，这个愤怒过去确实成为你生活的动力，也帮助你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此时此刻的现在，它已经不再那么适合你了，它会阻止你感受到你的那个当下的喜悦的状况，它会使你忘记微笑，它会使你跟你的内在小孩隔绝，你没有办法听到你内在真实的一个声音，所以必须要去释放你的愤怒。那这一张牌，这个愤怒它的能量跟数字7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们压抑在心头的这个愤怒可能蛮久了，好，7个月甚至7年，然后有些朋友比较短，是7天，短期的这个事件，某一种情况，某一种感情，或是某一种关系，某一种过往的情境，让你遗留下来，种在心中的一个种子，不断的在你内心发芽跟回响。那你们必须要去释放部分的一个怒气，你可能不用把它完完全全的整个放手，毕竟它这个愤怒不完全是不好的，但是它有一部分确实造成了伤害，请你释放那一部分让你伤害，让你就是干扰着你这个身体能量运作的状态的那部分的愤怒，你去看一看你心中其实除了愤怒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去珍惜，值得去探索，然后去看一看，去想一想你内在小孩那个纯真喜悦的微笑哦。那有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愤怒啊，可能来自于某一个领悟，某一个体悟，就是你花了好多时间在完成别人的这个期待，或是花了好多时间在融入某一个群体，以至于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留给自己。就是你们到现在才明白，我过去一直都在不对的路上，然后你突然觉得很愤怒，你听信了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价值观，然后走到最后那个不是你要的，你们觉得很生气，你想要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去发掘自己，然后多去观察自己内在的状态，然后这种愤怒有时候可以是好的，它是一个保护它可以让你有一个自然的天然的屏障，设立一个界限，它是可以让你保护不受外界能量的干扰，所以大家要去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愤怒的状况，会伤害你的愤怒，请把它释放。那这个虽然这张牌是愤怒，但它也同时是一个很棒的讯号，宇宙要给你的礼物。因为当你深入去探究之后你会通过这个管道，通过这个剑伤害你的剑，让你流血的东西，你会看到你自己灵魂的闪光点以及灵魂的美丽。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求助有一些朋友这两张牌连在一起，有一些朋友你们生命中有一些情绪，这个可能是跟家族代代相传有关的，对你来说某一些家族的信仰体系，你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理所当然的就这样子生活着，可是你们渐渐的意识到它好像不是那么适合你，但是当你想要去活出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旧有的那些价值观又会出来捆绑你。好，你们这个时候其实真的需要去求助，去看见一些怎么样子的思想体系代代相传的在捆绑你可能在你的家族中会认为说必须要遵守什么样子的金钱的信念，总是要很节俭嘛，或者是说如果是身为女生的话，你就是必须为别人奉献付出，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说出自己想要的，你必须要表现的一个比较温柔甜美的样子等等的，这个才是符合这个家庭的一个印象。或者是你看着你的妈妈外婆这种母系的那一辈，他们总是这样子的在付出，你也传承了这样子的观念，
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家庭中啊，你很少被温柔的对待，然后你也没有体会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爱跟被爱。你不懂，然后你用你家族中的家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世界，去跟别人相处，你遭受到一些挫折，你可能会觉得很愤怒，因为你从小就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去爱一个人，以至于在情感关系中你总是不顺利。好，你的灵魂其实正在求助了，你觉得你不能正确的去完成某件事情，你感到很孤独，你们会觉得面对人生有好多事情都好复杂哦。有一些朋友你会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解你，或者是说曾经理解过你的人一个一个的抛弃了你，让你必须要去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人生。或者是你现在明明有伴侣了，但是你内心还是有一个恐惧感，你不知道哪一天对方会离开，你随时都做一个准备，是说好，如果对方离开我之后我要怎么做，你们随时都做好退路了，你心中有一个恐惧，但是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宇宙在这边是想要去联系你，想要去陪伴你的，但是你的内心有一些地方被锁住了。好，你必须要将这个锁解锁打开，才可以看到另外一双手要来帮助你哦。好，这一张牌要给大家的讯息是，请你每一天花一些时间哦，去放空冥想，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脑袋也不要去想，脑袋跟身体休息下来的时候，这个会让你去连接听到宇宙的声音，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现在已经很棒了，你已经拥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智慧，一个历练，你有能力去面对接下来生活中的挑战哦，这些东西都不要忘记，而且宇宙会告诉你，宇宙告诉你，他会和你在一起，他会和你一起前进。你们会接收到来自宇宙发送到的一个讯号，你们其实可以去往前走的，你其实是可以独自完成很多重要的事情的，你一个人也可以的，那个并不是孤独，而是你很厉害，你很勇敢，你很有能力，而且你们很有适应力，你们是一个有巨大毅力的人哦。好，这一张牌它跟数字18有关，所以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回想起，就是可能在你们成年18到20岁的时候，是否发生过一些影响你人生中比较巨大的事情呢？或者是说，在18天前、18个月前哦，你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那些事情使你经历了就是使你很快速的成长，或很快速的学习到很多。那宇宙告诉你的是，好，他为什么要来帮助你呢？因为你们是有做大事情的能力，而且你们要去记得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你们真的已经独自完成了很多事情，跨过了很多你本来觉得都没有办法跨过的门槛，一步一步的走到这里。所以呢，你们这个独自行动不是孤独，不是宇宙抛弃你，而是因为你就是有那个能力。好，你们有的人哦，不大会去求助，就是你很难去接收到别人的帮助，因为你会觉得接收好意我是不是要还呢？或者是说你就是不想要跟别人有太多的一个关联，你觉得好麻烦，我干脆自己来就好，或者是说你怕你去分享你的困难之后会被一些小人批评，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独自的这个信念啦，其实你一路以来真的完成了很多事情，然后你也成长了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在你身上，别人夺不走的。你们用你的方式在成长，用自己的方式在教育你自己，所以宇宙有的时候给你的帮助，它不是直接的帮助，而是它让你自己去蜕变，自己去成长，以及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些提点，给你一些讯息，给你一些能量。接下来呢，这两张牌就是想要告诉你，你们要放松一点，宇宙想要给你一些欢乐的讯息，
唤醒你的内在小孩，他想要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去放置一些人事物，它是可以让你微笑的、开心的，不管他是一个爱人，或者是一个很大撒币、很多的金钱，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的讯息，他想要放置一些东西、一些机会、一些资源，让你开心，让你可以活得更轻松自在。好，这是这2张牌要给大家的讯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你们其他的牌卡咯。好，第1张牌呢是这个蜥蜴跟猪笼草。好，这一张牌是一个从停滞状态走出来的一个能量哦。猪笼草它是一个食肉植物，它的叶片可以捕捉猎物。那蜥蜴有的时候不小心会被这个猪笼草捕捉到。那蜥蜴它有个很独特的能力，大家知道吗？它的尾巴可以断尾求生，所以当它被猪笼草捕获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自断尾巴，自己重新的逃脱求生。那你看这个，它的尾巴的颜色不一样，是蓝色的，这个是它新长出来的尾巴。新长出来的尾巴跟原来的那个尾巴会有一点不同，不会完全一样哦，但是它象征了就是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可以自死地而重生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被困住了，你没有办法移动哦，然后你必须要去割舍过往的累积起来的一切，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感情，或者是说你的某一个就是心态上的，就是以前到现在的一个信念，你必须要去断掉之后，才可以重新的去生存，重新的去生活，面对生命的挑战。一开始我会觉得真的很可惜，因为我里面有好多沉没成本，我投入这么多的心血在这个学业、工作、事业或这个团队中哦，这个方向中，这个人身上，但是呢。宇宙的讯息是，当你停滞不前，没有办法移动，或是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你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像蜥蜴一样哦，你们重新抛弃了的这个部分，你断尾求生，你现在断掉舍弃的这个部分，它可能是一个金钱，就是你投资选错了投资标的，它就是一只一只的亏损，然后没有希望可以反弹。但是你断尾求生之后，你可以用你新的能力、手边的资源，重新的去赚取金钱，你们还是可以重新的长出一条很漂亮的尾巴。所以呢，你们生命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一定有一些事情是你可以放下的，你放下之后，你的心会挪出一个很大的空间，你们将会为新的人事物、新的机会、新的金币腾出一个空间，然后让它去成长，让它去发芽哦。好，那第二张牌是我们的这个乌龟哦，它的壳好漂亮哦，它的壳有一点金光闪闪的样子哦。这张牌是乌龟跟香菜。好，这2张牌结合在一起啊，其实宇宙有一个很明显的讯息要告诉大家，当大家去舍弃了一些旧的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没有空间再让你成长的这种人事物之后啊，接下来你们会得到一个新的成就感跟满足。像这个乌龟嘛，在龟兔赛跑中，这个乌龟它是耐心跟健康的一个象征。它虽然比兔子走得比较慢，可是最后它胜利了，因为兔子很容易分心，可是这个乌龟它是专心致志的在往前走。所以呢，稳中求胜是宇宙给你的讯息哦。你们绝对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使现在看起来是停滞的，即使现在看起来进步是很缓慢的，但是只要每一天往前走一小步，它都可以为你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发展。那这边呢，旁边它还有香菜哦，香菜的这个花语啊，代表隐藏的价值。所以这张牌要提醒大家哦，有的时候看事情要看它隐藏的一个价值哦。可能你现在觉得这个一步一脚印是一个很笨的事情，可是它确实可以长时间的去为你累积
很丰硕的一个实力。有的时候在这个大众媒体啊，比如说你经营自媒体，你可能你知道有方法是可以获取流量、获取眼球的，可是那个真的是你要的吗？就是那样子的方式吸引而来的观众群，真的是你想要去经营的吗？你们如果静下心来去想，你其实会发现，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确实是适合这种缓步成长，随着你的节奏去进行，随着你的节奏去学习。因为在这个世界好像大家都很快，可是有时候快不一定扎实，他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用他的小聪明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就长远来看，这样子对他的人生不见得好，或者说当他在面对下一次挑战的时候，他的小聪明，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投机取巧，这个博眼球的方式，很快的就被淘汰了。而你们呢，随着你自己的节奏慢慢的走，你最后取得的成就是比他们更多的。还有为什么在这边出现这张牌啊？是要提醒大家，你们必须要放松，你们就必须要休息一下。过去你们真的就像乌龟一样，默默的吞忍很多的事情，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在你身上。那现在啊，请你们放慢脚步，好好的享受旅程按照你的节奏一定会到达的，不要求快。求快的话，对现在的这个你们的状态是不大好的，因为你们还可能就是还在那个就是把尾巴断掉，它会需要一些休息跟疗伤的时间嘛。你们要让自己疗伤，你要让自己的尾巴重新长出来之后，再慢慢的前进。那这个前进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步调是慢的，然后是跟随自己内心的，可是还是要走，就是不是完全不走了。然后你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让你真的感到满足。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很想要快速的把事情完成，或者是说你真的是尊重自己生命身体的这个节奏呢？好，这个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到塔罗牌的部分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一个大牌世界牌。好，第二张牌是这个女神牌。好，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们内在的能量就是女神啊，生来就是要发光发热的，只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可能被压抑住了，你没有办法看到你本身的这个有自信有活力的能量，你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好，那这个世界牌啊，暗示着大家，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你们会先把自己的人生的历程走到了这个阶段，你会做一个总结。你现在是20几岁的话，你可能会回顾你一路以来的成长阶段，然后呢，学习阶段，以及对未来的出社会工作，然后想要取得一个方向。你现在是这个30岁、40岁的话呢，你们可能会去想一想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感情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你会去梳理，好，你就会去做一个总结。有些朋友们还会去关注你自己身心灵的状态，可能为自己预约一场这个健康检查，看一看自己身体目前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总结之后你们会按照这个你们得出来的结论去做一个通盘的计划，再往前走。所以宇宙给大家的讯息就是，你们即将要显化的是一个更有条理的一个未来哦。比如说呢，你在工作上你可能会去想，现在的工作究竟是你要的吗？或者说现在的工作可不可以符合你的财务目标呢？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思索说，你从工作退下来照顾家庭，那虽然损失了一些金钱，你虽然少了这份薪水，可是你换来的是你跟家人相处的时光，你照顾家人，你把家里打理得很温馨。你们可能会做一个权衡取舍，哪一个才是你真心所想要的呢？那这一组的朋友
感觉上你们其实是有蛮多的机会的。有一些朋友你可能会想要有一些副业，有一些兼职，或是想要转换跑道，那你们会去盘点从以前到现在你的一个资源、你的人脉、你的机会，有哪一些朋友他是可以去提供资源给你的，或是说你有哪些学习新的一个学习管道。你们的这个总结就是上一个阶段的完成之后啊，它会开启下一个阶段，而且在下一个阶段中会有一些新的贵人运、新的机会来到你的生命中，特别是在工作上的贵人运，多去跟新朋友交谈，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资讯，这个资讯是你本来就是对某一个既定的产业的想法是这样，或者说你从网络上自己做的搜集是这样，可是那个只是可能不是这么专业的人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你实际问到这个业界真实的状况，会发现原来这一行它是有这么多丰厚的利润在后面，或者说原来这一行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必须要去避免的，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有利的资讯，这个资讯是隐藏起来的，它是没有公开，绝对不是在书啊、网络等等可以查得到的，而是那一种透过人际传播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世界中，我觉得你们会开启一个新的通道，这个是宇宙为你打开的一个新的大门，然后你们就像是这个女王一样，身上散发的很多的魅力哦。你们的过去啊，不管是好是坏，你都会将它做一个完美的一个完结，完美的一个句点。你们会去感谢，感谢什么？不是感谢伤害你的人，是感谢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情之后你是怎么样去面对的，感谢那个努力再爬起来的自己。在过去的能量中，谁跟你有过很就是这种纠缠啊有毒的关系，你们会把它切断，你们都会让它做一个完结，把过去不好的能量丢到过去，过去的愤怒都丢到过去。你们真的要往前走了，往前走，选择一个对自己身心灵最有利的思考模式。就是不同的思考观点会造成就是同一件事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好，同一件事情拥有不同思考观点的人，他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哦，可能会觉得这是很棒的，这是普通的，或是这件事情是很坏的，可是都是针对同一件事情，所以事件本身是中立的，端看你怎么想。接下来你们这一组第一组的你们会选择一个对自己身心灵都最有益的一个想法往前走，迎向女王的能量。你们不再是被冰封起来，你们不再是封存起来，你们整个人的能量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要跨出去了。而且你们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轻松，有一点点幽默感。如果你们过去是比较愤怒的，比较封闭的，比较不想要跟人家有眼神接触的能量，接下来这个能量是超有自信的。你会觉得其实我真的已经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兴趣，或者说某一个小块上面的这种技能啊，掌握得很好。也许你们就是那种很会画图，或者是说你很会修图，还是哪一方面，就是大大小小的技能，你很会理财，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你很知道要怎么样子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看等等的，你们在某一个技能你就是已经很厉害了，你在这个年纪跟其他人相比，或者甚至是比你更资深的人都要来请教你。我觉得你们会因为你看见你自己身上有某一些很特殊的一个技能，不管是天生的或是后天学习的，你们看见了，然后从这个点去发光发热，你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然后你们会本着这个自信好好的去思考你的下一步要怎么走，你要待在现在这个环境，还是要跨出去，你们都会遵照自己内心的决定，而不是听别人说你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圈，你就一定要去跨出去还是怎么样的。事实上呢，你们不见得一定要
离开一个就是你明明就已经经营很久也经营很好的状况，一定要去跳脱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状态才是成长。相反的，你在原本的领域做得很好，然后将你的舒适圈范围慢慢的扩大，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很棒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你的专长就是在音乐，你硬要去跳脱你的舒适圈，你去做那个数学，你去做会计，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你们要的并不是跳脱舒适圈，而是你要扩张你的舒适圈。就像这个女王的能量一样，它绝对不是在城堡里面的，然后只关心城堡里面的那些事情，他会走出城堡，他会去关心他的子民，他会去关照这个国家中的男女老少一草一木等等的。这个就是女王的魅力，女王很有滋养的一个能量哦。所以我看到大家接下来显化的是自信，显化的是一个爱人的心，不管是在物质在精神上，你们都可以感觉到游刃有余。而且呢，你们的运气啊，好像就是包围在你们的周遭，好运在保护着你们。你们呢，温柔的对待身边的人，然后身边的人也会对你报以微笑。你们的魅力值正在大幅的提升，而且这个魅力不是说你刻意的去讨好别人，刻意的去展现你很亲和，而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一个态度哦。好，有些朋友，你们生命中会有一些确确实实的喜事发生，结婚啊，中奖啊，金榜题名啊，升官啊，就是确确实实你说出去，人家都要恭喜你。有些朋友是这个怀孕啊，备孕成功啊，或者是说你的配偶升官加薪哦，或者说你们在等待的这个一个机会，好，终于通过了，官方的消息核准下来了，等等的。你们接下来会有这样子的好运，然后整个人的魅力值都在提升哦。你们在生命中哦，深深的你可以去爱你自己，同时啊，你也会想要把你的这份爱散发出去，对，你会想要去散播你一个爱人的能量。如果过去曾经有人，特别是在感情中，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我觉得到这个女王的阶段，你们会在心理上自然而然的原谅对方。这个原谅不是你刻意完成的，而是你们的心境此刻变得很温柔，你不大会想要去恨他，他就算曾经做了伤害你的事情，你们觉得那个都过去了，你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他人生中的某一个就是他的性格如此啦，就是你只是不小心在那个时间点跟他相遇了，以至于你成为他的业力的关系，以至于你遭受了他的这个业力引爆的一个结果。好，可是你们不会，就是你们有一点不计前嫌，你们会能够以一个比较宽宏的角度去看待过去。那在财务上，你们也会变得很宽裕，因为女王是非常优雅、非常有魅力，她是财色兼备的，魅力值提升，然后把自己变得更加的精致。在物质上哦，我觉得就像是女王这一张牌的能量哦，不会需要去用一些次级品跟廉价品，你们绝对可以用有品质的东西来提升自己的质感，而且这个用有品质的东西是不会让你造成很大的财务的缺口的，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去买，很轻松的去经营这种很优雅的生活。有些人呢，你们确实找到一个很令你舒心的职场环境，工作环境、工作方式让你超舒服的，就像女王一样，可能身边的人非常的尊敬你，好尊崇你。这不一定是你职位很高，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很喜欢你这个人哦，你就是老板眼中的红人，他想要提拔你，或者是说你们找到一份有很高薪高额报酬的一个工作，让你不用再这么的辛苦。
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张牌，这张牌哦是金币五哦。好，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有一些朋友，你们确实呢，可能想要做一些跨领域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想要到新的国家、新的地方生活。那你们一开始是比较没有经验的，但是你们很愿意去学习哦，你愿意从零开始去打造你的知识体系哦。你可能会去参加很多的课程，或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补足那一方面的知识。假设你想要转职，或是做一个兼职，你们会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充实自己。还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们过去啊，在工作上，你们可能就是别人叫你做什么，你就会硬着头皮接下来，不管你懂不懂，你都会接下来。现在呢，我觉得你们会懂得去向外求助。其实求助的管道就在前方啦，你们不懂，但是你也许去翻这种过往的技术文件，或者说过往的一个案例，你找出解决的方案，就是灵光一闪，终于知道怎么做了。其实它有一种保护就在你们附近，你觉得你缺乏的东西哦，其实就在你附近，你往你附近找，就会找到那个答案哦，它不需要你一只一只好像在冰天雪地里寻找，而是要换个方向去找答案。而且啊，我们看到的是，接下来对于你的人生的那个方向啊，会有人去提点你。他跟前面世界牌刚刚说过，遇到这种工作上的一个这种贵人，或是那种提供资讯的好朋友，不大一样的是，这个是有关于人生方向灵性的导师哦，他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无形的力量，他会使你在一个你觉得最匮乏的状态中去点醒你，让你更加的清楚，让你更加的去明白为什么过去你生命中的某一个章节会需要安排那些人事物，或安排那个事件来到你的生命中，你会突然去想清楚、想明白，有很深的体悟跟感悟。而这些体悟跟感悟，恰恰好必须要发生在你们生命中比较匮乏、比较矛盾，或者说比较一无所有的时刻。因为保暖思淫欲，就是当你今天过得太好、太顺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反而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反思、思考一些事情哦。好，你们会经历某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比较像是呢，心灵上，其实你们是拥有，我觉得物质上你们是拥有的，可是在心灵上，也许你会有一个打结，你会有一个困顿哦，你会不知道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要怎么做，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呢？怎样才是对我有益处的呢？你的生命会安排一个无形或是有形的人出来去点醒你，他给你的意见是非常非常务实，不是心灵鸡汤，不是虚无缥缈，而且是符合你当下的那个状态，你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有些人哦，好，来到你们生命中的这个讯息，也可能是你去上什么样子的课程啊，然后刚好遇到旁边跟你有类似状况的朋友，这个朋友啊，他走过了金币五的这个匮乏的过程，他好像就是曾经的你，因此他看见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哦，他非要去帮助你不可，你跟他拒绝还没有办法，因为他有点像是他很像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他就是想要去照顾你，提拔你，提携你啦，因为他之前也真的曾经经历过一些比你更加惨的一个状况哦，或者是说在感情上这种离婚啊，或跌倒啊，被背叛啊，他也经历过，他也有经历过一些事业上的失败，而他现在重新站起来了，他有满满的这个金币，满满的人生的智慧的经验，他要分享给你，你跟他交谈，你跟他沟通，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就会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掌握度跟
更了解，以及这个人啊为什么这么想，他说的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他当初要给你这样子的回应，你会突然想清楚想明白。宇宙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得到一些话语一些讯息，它能够点亮你，它能够启发你，它能够照亮你，你不会再觉得你的生命然后你的感情状态是一团混乱一个迷茫哦，你对未来啊将会有更清晰的一个想法。好，接下来这张牌哦是宝剑五哦。如果你们过去啊在生命中哦有一些冲突，这个冲突哦会解决，而且你们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好，你们就是这个穿着蓝裙蓝色礼服削肩洋装的漂亮的这个女孩子哦，手上拿着3把宝剑，她是最后的胜利者哦。后方的2个人垂头丧气的离开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哦，如果你有一个很想要前行的方向，虽然它看起来有一些挑战，你往前走吧，宇宙会去守护你，宇宙会去保护你，请你去展现你真正的一个自我，你可以去对，这张牌也是非常有自信的牌，展现出你真实的自信，不要去听信那些打压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声音是从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对话中产生出来的，你不要先去打压自己。如果过去你在你的生命中跟朋友人际关系上有一些矛盾的话，这个矛盾会解决哦，就是如果你们好像在为某一个利益争执，或是有些人有一些官司，这个最后会被解决，而你是实质上的胜利者。好，也许他们是那一种口头上的胜利者，可是你是实质上的胜利者。这张牌还有一种赢者全拿的感觉哦，你们赢了，而且你们确确实实得到了，而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赢，而实质上你也是受伤了。这个是赢得很光彩。好，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是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些自我征战、自我冲突，你到底要选择 A 方向、B 方向还是 C 方向，你最后会做出一个选择，或者做出一个决定哦。那你决定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有一些小人如果在纠缠你的话，接下来他会被你击败，他会自己低头丧气的夹着尾巴跑走，默默的离开。如果你是自己内在有一些冲突，有一些混乱的话，这些冲突混乱的状况会被释放，会被解决，会被和解。好，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哦，你们接下来的未来哦，其实是非常有自信、非常美丽的。看这2张牌哦，都是哦。好，其实这3张牌的这个女生的这个能量都是闭着眼睛，然后甚至不用张开眼睛去跟人家赢，这样闭着眼睛都可以赢的感觉。好，金币2哦。好，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就是对于未来的方向不止一种选择，有2种选择，或者是说你除了正职之外还有兼职哦。那你们会在生活中好像这个小丑一样，你们不断的在转换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可能会一直需要去面对不同的人事物，就是你的能量必须要常常的去切换。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们会觉得比较疲惫，但是这样子的疲惫，这样子的忙碌也确实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金币，这个是生命中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能量哦。好，当你在这个忙碌的过程中啊，其实很多的好运也在显化。好，你去跟不同的人讲话，你到新的环境去看看，生活中处处都有好运可以进入，因为你多去接触外在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宇宙就更有机会去掌握，把这些好运渗透到你的生命中，把更有效的进展的那个路途推到你的前方，让你可以去走。好，就像这个小丑一样，虽然他很忙哦，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可是他其实很轻松，他其实拥有很大的能力去面对生命中的各种状态，然后把它平衡起来，他是一个很悠游自在的一个状态。接下来你们的这个内心的状态，我觉得它是一个平衡的。
你们能够去调整好、打造好自己的一个能量场。这个能量场是可以使你面对工作、生活跟情感各方面都能够平衡。假设你过去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在追取金钱上，没有时间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跟你心爱的家人朋友相处的话呢，接下来你会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因为宇宙要给你平衡。那如果你过去休息太久、躺平太久的朋友啊，宇宙也告诉你们，你们接下来会有动起来的机会，就是会有赚钱的机会来到你生命中，你甚至不得不去把它接起来。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我真的是应该要动起来，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了，这么好的机会就在我眼前，你们会去把它抓取，把它拿起来，然后去运营，去进行去进行这个可以去开展金钱的一个项目。那有些朋友真的你们单身比较久，或者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其实你都会对感情抱有一个很单纯，然后很纯真的这种少男少女的心情，想要进入这个感情，不随着年龄而失去对情感的一个盼望。那金币二它其实可以代表，其实会有2朵以上的桃花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那也许你会觉得说1朵桃花就够了，我必须要2朵，它会让我觉得很困扰。那没有关系啊，你就去选择嘛。你选择一个好，你觉得更聊得来的，你更喜欢的，看得更顺眼的对象，让他跟你做一个深深的连接，让他进入到你的情感的生命中，然后让你们2个去开展那一个未来。就是桃花贵在精不在多嘛。好，你们就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对象，好好的发展下去。其实我会觉得这2朵桃花，他们各方面好像都还蛮优质的只是在细微上，你们就是可以从相处上的感觉去选择哪一个人呢更加的适合你。一定要去实际的相处看看，因为金币它是一个接地的能量，你不要从外表对这个人的印象就一定先给他先入为主的下判断，你们必须要实际的跟对方相处，然后再做一个好的一个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金币8好，这一张牌是很专心的求助，在打造、打磨这个金币这张牌会倾向解释的是，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修炼自己的内心啦，因为前面几张都是这个好像比较忙碌外显的能量，接下来你们也会给自己一段时间去看什么呢？去看一看你现在的这个状况当时间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会豁然开朗，真相大白。很多事情就像闪电一样打中了你的内心打中了你的头脑，你就是突然的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你们的外观、你们的外貌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可是你的内在你整个人真的已经不一样了。你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过去这么的愤怒，为什么过去可能不大愿意去求助，为什么过去自己会吸引那样子的一个情境来到你的生命中你接下来会决定更加的关照自己的内心更加的爱自己。你们的内心、你们的心念就像一个海绵一样，你把这个海绵浸在这种粉红色的很光亮的一个这种水杯子里面，它吸收的就会是粉红色的很光亮的这个色彩的能量。如果你把它丢到一个很脏污的很黑暗的这个空间，这个海绵也会如实的吸收。所以你们的心的能量是这么宝贵的，你们不但要让自己的头脑注入一些正面的对你有益处的思想，你们也知道你要保护自己的能量场，你周遭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你不要让周围不好的磁场能量去影响你。所以你们先从自己的心做起，关注自己的能量状态，关注自己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反应，要怎么在生活的小细节上对自己更好，更加的爱自己，然后要怎么样子去给
予自己更多丰厚的丰足的爱，要怎么去吸引对频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会决定你共振的能量。假设你比较悲伤的时候，你可能一直都听一个很悲伤的歌曲，那你们的信念就种下了悲伤的种子。所以呢，你也可以试着去听一些看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东西，让你的心情浸泡在这个比较开心向上的能量的这个磁场，你整个人也会容光焕发，也会吸引到你真的真心所爱的真心所想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所以经过这一番努力你们接下来就是要收割各方面的幸福，收割各方面的一个美满。好，接下来呢，看到的这一张牌塔罗牌是宝剑六。好，宝剑六这张牌画得非常可爱是一个天使她正在唱歌，然后这个蓝色衣服的女孩子，还有这边也有一个蓝色衣服的女孩子，这张牌有点像是天使要来解救你们了。天使他就是你的摆渡人，他会轻松的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好，这个是一个无形上的能量的帮助。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们生命中绝对会出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会来帮助你帮助你去推向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你们想要经营一项事业，你会出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然后怎么样子的走，或者是你可能会去加入某一个团体某一个团队，然后这个团队中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很好的一个工作成员，你们能够合作的很好，你们能够截长补短，互相的分享人脉，互相的分享资源，非常不错。好，有些朋友呢，我觉得这个穿着红衣服的天使来到你的生命中，他很可能是你的伴侣也许你跟你的伴侣过去一直有一件事情是阻隔着你们，就是不让你们没有办法真心的交流，或者说让你们两个之间卡卡的。过去曾经发生一件事情，让你们就是你们两个不会特别去触碰，也不会特别去说。有些人你可能是你们曾经大吵一架，每次碰到那个议题就会吵，所以你们就把这个议题视为比较禁忌的话题，你们不愿意去讲。接下来呢，好，如果这个宝剑六的这个小天使代表的是你的伴侣的话，我觉得那些隐藏的东西会被打开这个是因为时间到了，对方想要说，你也会想要去说，你们两个可能会经历过一次比较激烈的沟通之后，双方会释怀，双方会开心的大笑，甚至因为发生了某一个事情，因为宝剑它代表一个冲突跟伤痛，发生了这个冲突跟伤痛之后，其实你会更了解你自己，然后也更了解对方的想法，你可以看到自己更加的真实的一面，也可以看到更加理解对方，因而知道原来对方对我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我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感情，而对方能不能够给予呢？那因为这两张牌，这两个人都笑得非常开心，我会觉得你们最后会在感情的状态上会往一个比较融洽的状况走。好，不管是选择说我们两个都不适合，然后要分开，或者是说我们两个其实都非常爱自己，要走下去，最后的那个状况绝对会是和平的，不会有人心有芥蒂或是依依不舍，你们两个人都会很开心的为这个关系的这个决定，就是两个人共同下的这个决定，并且是非常开心的，不管是往前走，或者是说往不一样的人生旅途走，两个人都会很感激对方的陪伴。而且我会看见这个人他其实会是摆渡者，他绝对会把你安全的送到一个岸上，他不会让你孤孤单单的，把你丢到一个汪洋之流，然后让你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不管你未来有没有跟他走下去，他对你都是算是有情有义的吧，他绝对会陪伴你、支持你，就算不是情人，也是很好的朋友。那最好的状态，我觉得你们就是能够在人生中互相支持、互相陪伴的这个好队友啦。好，两个人会笑得非常开心哦。两个人会互相开玩笑，然后或者是说对方有的时候会亏你啊，会求你等等，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爱你、非常关心你的，然后你也能够去理解，原来对方有的时候说一些生气的话、严厉的话，原来背后是在担心你，并不是要责骂你，或者是说过去你可能误会了对方的一些表达方式，其实它里面是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所以我看见你们的这个感情的流通会非常非常的好。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也会在一个你可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哦，好这种金币五的情况下，遇到一个人哦，他好像就是来解救你，一个解难贵人哦。你可能会爱上他，一个就是在你最困顿的情况下伸出你一把，而且还让你可以很开心。明明这个海的旁边啊，就是宝剑，它可以让你们两个苦中作乐。明明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它还是告诉你没关系，我们乐观，没关系，我们幽默，没关系，我们还有办法。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能量带着你向前走，我觉得非常的棒。他会默默的陪伴你在你的身边，他会陪你聊天，他会去接住你的情绪，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去保护你，去支持你，他会让你觉得心情是安稳的，是很稳定的，然后会让你去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去依赖的，你们会愿意去跟他一起度过困难，你们会走向一个新的，流向一个新的大地，离开了一个原本的匮乏的状况，进入到丰美之地，所以他要带领你离开困难，迎接下一个新的一个旅程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个3张的能量牌卡，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我们呢？好，第一张牌是这个24号牌的无限可能哦。这一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们也许本来你就是这样直直的往前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跟右边的门，还有前方的门，还有这个窗，但是你没有发现哦，原来这边还有一条路诶，原来还有这种解决的方式诶。要让你去打破你旧有的思考框架，去看原来这件事有这个想法，这个解法。如果你现在对某一个经济状况困住的话，也许你会觉得我就是要拼命的加班才可以去补这个洞，或者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子才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一定要怎么样子逼自己。有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其他的解法，或许在面对人的时候，或者在面对什么情况的时候，你软一点，你退一点，去跟人家请求撒娇，运用你的这个阴性能量，你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呢，你就是比较容易被人家情绪勒索，可能别人不用开口，你光是看到他的脸表情你就不想要让他失望，自己去承认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可以选择不看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关闭跟这个人的联系，这个其实不会，那个后果没有你想的这么可怕。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要解决你生命中的困难也许不是你现在用脑袋思考的这些方法，而是在其他方面、其他面上去看到一些机会，对不对？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心你的内在小孩放在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要先把你自己放在心中排名最优先的那个顺位，你真的才能够去打开你的眼睛，去看见无限的可能。而如果你一直把自己的能量关注在别人身上，即使生命中有一些机会，你可能因为太过专注在被别人的能量的干扰，你就会
失去最好的时间点去打开那一扇门，去抓住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所以大家真的要去看看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同的可能。有的时候你一直以来听到的那个讯息不见得是最正确最真实的，可能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变化，政策已经有所变化，或者是说实际的需求已经也有所不一样了，或者是这个人的心境已经转变了，大家要去看一看其他的可能性哦。好，下一张牌呢是盛开的丰盛。好，这一张牌呢，它画的是一个春天的花园，金色的花园非常的美，到处都是金币，还有盛开的花朵，甚至这个金币就像水果一样，很轻松的挂在这个树梢上。所以抽到这张牌啊，接下来你们要显化的其实就是财富的成长哦，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财富的来临，它是会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送到你的面前哦。好，有可能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把什么样子的机会让给你哦，或者是说好请你吃饭，可是这个都不是你们两个人出钱的，也许是可以去报公账，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呢来到你的生命中，它是你本来想破头也想不到的。你看结合前面这张无限的可能哦，所以宇宙会要让你有意想不到甚至戏剧化的方式去接收它的丰盛。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内心啊，就像这盛开的金币一样，你们会为自己种植很多富人的体质，就是幸运的、财富的这种思考的种子哦。因为你的心念转变了，然后你持续的去照顾、培育你，就像园丁一样，持续的去照顾这一些你种下去好的这种丰盛的种子，最后就会开花结果啦。所以宇宙有的时候给你一些财富的种子、好运的种子、正向的种子、积极的种子，它也是给你一个祝福。你们要把它种下去，你要让这些正向的讯息在你的心中，在你的行动上真正的产生效果，让它们开花结果，让你自己可以去接收到这一片的花香。有些东西是宇宙给你的意想不到的丰盛，那有些东西是你自己种下来的，种下来之后呢，你去细心的照耀、细心的照料这一片花园，就会有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金币。好的丰盛的财富会在你生命中盛开。你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去感受到自己的一个价值。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张牌哦，是聚宝盆。这张牌有非常多的这个水果，前面这张牌盛开的丰盛，很明显的是金币的牌。然后聚宝盆呢，它除了这个金币之外，它还带了这个福气哦，就是除了实质上金币的显化之外啊，聚宝盆还带有这种工作啊，还有美满的爱情以及梦想实现的这种好运气。当大家抽到聚宝盆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你们已经是好运的汇集地了，很多事情已经在快要完成的一个阶段了。你们过去的这个能量啊，过去在生命中种下的种子，曾经做过的好事，曾经帮助过的人啊，接下来你投入的这些善的种子，你付出的种子，将会以不同的形式回报连接到你的生命中。可能并不是你当初帮助的那个人现在来帮助你，他会透过不同的形式，他会透过不同的人来传递这份爱，最后会回到你的生命中。你们要去收割生命中的美好，你要准备去接收、享受一场美轮美奂宇宙给你的研习，宇宙给你的设业。因为你们过去真的在生命中付出过很多辛劳跟努力，以及有些东西很多时候是情绪上的一个劳动。那接下来就是你们要享受丰盛的时候啦。
宇宙会在最正确的时间，然后以最适合你的方式来安排这一场宇宙的筵席、宇宙的盛宴来到你的生命中。你不要让你心中的匮乏阻止你继续往前。相反的，如果你们前面经历过宝剑五的这个状况，你其实是要继续探行、继续前进的。你们所有的讯息都显示出你们必须继续的往前走，必须去敞开自己的心房，带有一个清晰的这个意识往前走，并且在生命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一些弹性，不要硬碰硬。你们通往幸福的道路，通往丰盛的道路不会只有一条，所以你要保持脑袋的灵活性，最后一定会迎接到这些丰盛。如果眼前暂时有一些障碍物挡住你的去路，你们不用很生气、很惊讶，或者是说很沮丧，你们只要看一看是不是可以绕过去，或者说想一想这个障碍物可不可以移开，或者是说你们需要彻底的断舍离这一条路往其他的方向走，其实都有办法，都有无限的可能解决。你们最后一定可以通往这个聚宝盆的，好吗？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在新旧能量转换之际，你们即将要显化的好运、显化的奇迹是什么？好，首先呢，我们一样来对应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好，第一张牌是两只蛇纠缠在一起，这个苛责、谴责哦。好，第二张牌是尊重 respect， 第三张牌是这个小孩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三张牌的能量。首先呢，第一张牌会让人感觉很纠结，这是两只不同颜色的蛇，它们的身体都缠绕在一起哦。你的灵魂看起来现在有一点烦恼，有一点纠结哦。这里读到的讯息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好像有的时候对自己非常的苛刻，非常的严苛哦。你们可能在现在已经小有成就，就是你们已经有了一些达成，你之前已经克服了一些困难，但是你常常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还不够好，或者是说你达成了一个目的，或者说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你又会想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多。可能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你们已经还不错啦，看起来是胜利组，或者说你们看起来各方面是稳定的一个状况，可是你们就会觉得说这对于自己本身现在的这个人生状态，或者是说你拥有的一些东西，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这个工作，你还是有一个不大满足的状况，你还是希望可以去追求的更多，追求的更好。比如说你有房子了，但是你希望我可以住更大的房子，我有工作了，我希望薪水可以更多更好，或者说我希望我的伴侣如果可以更怎么样，更能够改善我的生活，或者是说跟我相处的更融洽，更能够理解我等等的，就是你会想要更甜的、更好的、更大的。你对于你目前人生所处的这个状况，对于你所拥有的东西有一点点是不是这么完全的满足的？那可能是你们本身就是你会属于那种你会去鞭策自己，有一点点在某一方面是有执着，是有完美主义的，然后你会希望你的生命中尽可能的不要有瑕疵，尽可能的去用你身边的时间资源去把它尝试做到最好。那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家人，或是说有朋友，或者说在一段感情关系中，你看到对方比较无助，比较失落，或者是说很明显的他走了错误的方向，或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其实是无助于现在的这种感情关系的连结，你会很想要去拉他一把，你会很想要去把他救出来，或者是想要去跟他去澄清一些事实。
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朝你们的这个方向走，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个共识的话，你们也会很无助，很沮丧。就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受苦，你会想要拉他一把，你会想要去帮助他，你会想要伸出援手。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去拯救这个人的话，你们其实也会觉得好像是自己还做得不够，做得不好，有的时候还会去苛责自己。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方面在追求，一方面当追求不到的时候，你其实会感到很无助，你会觉得很难被满足。好，这一张牌啊，其实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们所有的自我怀疑、自我谴责，以及认为自己做得不好的这个讯息它只是你恐惧的一个反应。宇宙其实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有自信，你们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很奇妙的存在，你们有你自己的一个光环跟光芒，你不需要跟别人比，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时区，你不用跟别人比说我们相同的年纪，可是他已经好像有车有房有小孩，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然后什么都没有。你真的不需要跟别人去比，因为幸福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好，这一张牌的指引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接下来的一个月很重要，会有很多的巧合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而且那个节奏会来得很快，你们必须要大胆一点去迎接。你可能会接到来自生活中很多的一个邀约，人的邀约，或者是说合作的邀约，一些机会等等的。你即使没有办法把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也没有关系，你稍微放松一下，你把它接下来，你是不会搞砸的。你只要先接下来，你就有一个起头，就有一个契机，你就可以去伸出更大的触角，去连接这个世界。你们之后有的是时间慢慢来完成你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只要先去踏出第一步，你先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你先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就可以了。这一组的朋友看到你们真的是想要去做一个改变，想要去达成生命中某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一个转弯，你心里其实已经酝酿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心里已经想很久了，可是这边又有一个抵触，因为这两只蛇想要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你们从小就有一个比较固有的一个价值观家庭灌输你的一些思想观念很难改变，当你想要往前冲的时候，你又会被拉回来，就是你对于某些这种感情的观念，或是工作的观念，或是人生信仰的观念，基本上是比较固执，比较难被撼动的。所以至于你心里明明想要去突破，但是又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突破，宇宙看到你心里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准备了，宇宙已经告诉你说你准备好了，现在时间是可以的，接下来这个一个月，请你去连接你的内在力量，要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自信，你们是可以做到的，你什么都可以好，你们不要去质疑自己，也不要对别人，就是你不要对别人身边的人，你可能对你的伴侣，对你的小孩不满，或是说对于可以跟你合作的人，对他有一些的不满，你不要去质疑自己的同时，你也不要去施加太多的要求给别人，你要把能量专注，能量收回来。当你的焦点看在别人的身上，其实你就分散了你自己的一个能量好，你要去看着自己的内在，你要去看着自己内在的一些伤痛，以及你不喜欢的地方，你要去拥抱它，接受它，爱它。如果你不原谅自己的话，宇宙这边也要有一个讯息告诉你，请你原谅你自己，即使是那个去批判自己、苛责自己的声音，也请你去原谅它，拥抱它，并且相信自己是完美的。第一张牌的讯息是这样。好，第二张牌讲的是尊重，尊重你的灵魂，尊重自己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超乎你的负荷，超乎你的极限的。那这些事情也跟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人生目标是没有关系的，也跟你就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啦。
那因为你不断的去满足别人的要求，你们好像有一点点脸上是不开心的，就是有一点压抑，有一点忧愁，好像是没有办法拒绝啦。所以这一张牌告诉大家，你必须要尊重你自己，尊重你的灵魂，你要勇敢的去倾听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想要说不的时候，就要勇敢说不。你们真的有的时候要有反应，有一个愤怒的反应也是好的，不要把它压抑。对于想要侵犯你的人，你就是用比较强烈的态度跟他说我不要。尤其是那些会对你产生负能量、有毒能量的情境、环境跟人事物，你一定要跟他说不，这样子你才可以为新的空间，然后新的机会、新的人，然后创立一个更好的能量场，让他们进来。所以这张牌你要如何尊重你自己呢？你就是首先呢，要离开那些不服务于你、不适合你的人事物，你要倾听你内在的情感哦。即使你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抗拒，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们过去可能都顺从惯了，都习惯这样子，现在要做出一个相反的行为，我们心里可能会有一些抗拒，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害怕别人会怎么说你，害怕就是你的这个小小的反抗会不会造成让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好，其实呢，宇宙要告诉你说，你坚持自己的想法，划清界限，长久下来对你来说是好的。那你们有的时候呀，就是要专注当下的能量，不要再想说过去曾经有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表现出某一个状态，或者是说因为未来我在期盼某一个未来，我在忍耐，然后我在好像为了一个遥远的未来在等待，这个其实会产生一个控制的能量，这个会产生一个压抑的能量。第一个就是其实你也不确定你现在这样做，你等的未来究竟会不会来，所以你必须要更加的专注活在此时此刻。而且你们越活在当下，所有对你来说重要的事物其实会更积极的前进，更积极的推进。好，你们不要用压抑的心情、忍耐的心情在生活，在度过每一天，这样子其实会让你的能量更加的耗损，你是没有办法去撑那么久的。所以有的时候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冥想，好好的呼吸，然后休息过后去睁开眼睛，去睁开你美丽的眼睛，去打开你的心，只要活在当下就好。好，那接下来这一张牌是说呢，从现在听牌开始的到半年这个半年内，你的能量场会慢慢的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你会收到许多来自宇宙的指引，这些指引会给你打开你就是心中的通道，你会得到许多内在的启示，这个内在的启示，心理的转变，也会让你外在的实相产生巨大的变化。有些朋友，你们曾经背负着好几代家族流传下来的业力跟重担，你不自觉的就把这些观念吸收下来，放在你的心里，然后被你的细胞、被你的血液吸收进去，融入进去。其实现在有些东西、有些情况、有一些想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但是你却一再重复循环过去相同的一个模式，这个会让你造成生活上的一个重担，所以宇宙请你把它放下，宇宙希望你活得越来越轻松，宇宙希望你可以去尊重你自己，尊重你的灵魂，你要去找到某一个对你很重要的场域，一个地方，可能是你的房间，或者是说某一个你可以去冥想的空间，这个地方你觉得很舒服那在这样子的空间，它会以一个
新的形式去打开，去连接你的能量场。即使每一天只有几十分钟，或者是说1个小时，好，你就待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去放松，好好的去沉思。你们可以去得到很多的启示，得到很多的讯息，你就会去明白、想通、领悟很多事情，然后你们会愿意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跟自己是健康的，跟别人也是健康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尊重自己，设下界限，你要爱自己。然后呢，也要有勇气去跟其他人建立一个真实的连结。好，也要有勇气去接受爱。第3张牌啊，是孩子哦。这张牌讲的是内在的小孩，然后他手里拿着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哦。第2组的朋友，你的内在小孩他其实正在尝试着跟你接触，打电话给你，跟你联络。你的内在小孩他其实需要安慰跟爱。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内在在跟你说话，可是你选择逃避，你选择压抑，你选择听不见。好，但是特别这组的朋友，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心中会很容易涌起很多的情绪跟很多的想法哦。你们可能好久没有发自内心很愉快的笑，或者是好久没有很疯狂的做一件事情，或者就是很单纯的因为喜欢，因为怎么样去做，不顾利益不顾后果的去做。好，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见你的内在小孩，去看见他今天的情绪状态。当他很伤心的时候，只有你可以去跟他靠近，并且安慰他。你必须要用你独特的方法去找到你的内在小孩，他们在等你，而且他不会怪你晚来了，他一直希望你跟他亲近哦。你的内在小孩知道，其实你现在很努力，你想要在各种很忙碌的状况中保持一个平衡，情绪的平衡，让你的情绪不要太过动荡。他们一直都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其实去安慰你的内在小孩，也就是安慰自己。你可以想象你们2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一个2人组嘛，好，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那你们2个其实是一同生活在这个宇宙、这个星球的，所以你们2个这个一个组合真的是绝配。你们2个会一起经历人生中的各种惊喜、各种奇妙跟各种巧合。所以呢，你必须要去看见你的内在小孩，你才不会觉得自己是失去根源的，你才不会觉得你是很孤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哦。这需要让你们去开启你的这个灵性的能量，花一些时间重新的连接到你儿时的记忆、童年的记忆哦，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这2张牌都有一个相同的讯息哦，可能有一些解开你们人生困扰的这个钥匙，这个答案是跟你这种祖先啊代代相传的某一些观念有关。不管是你接受那个观念，还是你努力对抗那个观念，它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一个制约。透过你的内在小孩重新连接到你的童年，你将会重新的打开你们的第3眼跟顶轮，你会重新连接到你的内在跟灵性的力量，因而你可以去达成一个新的能量的和谐。你可以去理解到过去发生在你身上、安排在你生命中的那些事情，它是有什么意义的。我觉得会出现这3张牌的组合啊，这一组你们很多啊，真的是老灵魂啊，你们是比较敏感的老灵魂，你们可能从小就想很多，从小这个内在世界就很丰富，然后呢小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点多愁善感，那你可能隐约也知道这个是你灵魂自己去选择的。为什么你们的灵魂要选择一个老灵魂呢？然后好像很容易被触动，很敏感，它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内在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坚韧的一个能量哦。即使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好，即使有很多事情被压抑在心里不能说，但是呢，你们还是努力的往前走。好，
你们必须要去相信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是自由的。你看他的手中长出了一朵漂亮的花，这个就代表你们是有能力去绽放的，有能力去觉醒，有能力去唤醒自己，解放自己的。好，你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可以决定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宇宙对你有信心，你的内在小孩对你有信心，你们绝对可以去做到的。好，那我们连接了能量状态之后呢，来看一下显化的好运哦，能量上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转变呢？好，我们第一张牌是猫跟薰衣草。好，第二张牌是雀鸟跟桃子。那我们的第三张牌是蜜蜂跟石榴。好，这三张很有意思的牌哦。我们先看第一张牌，好，这个黑色的猫哦，还有薰衣草哦。猫呢是一个很聪明、很独立，然后有一点顽皮、有一点狡猾的一个动物哦。它们常常是这种独来独往的。好，所以我觉得再接下来啊，好，你的人生呢会走入一个全新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呢为你开启了一个新的大门，你会很独立的去做事情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一个人去海外工作，或者是说你去留学去进修，有些朋友你们则是去搬到新的国家，拿到新的身份，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就是一个人独立的完成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看到你们在能量上啊，真的是非常的灵巧，非常的自主，不依赖。你们能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开始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你会用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去来满足你自己。过去你们一直觉得人生有一些少的地方，缺那个缺这个，你可能会借由其他人来填补你内心的一个空洞，可能你想要借由跟伴侣的联系来给你爱，或者是说你跟某个人的连结，跟某个人的关系，通过他得到很大的物质财富等等的。好，现在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哦，反而是往内，你接下来将不依赖别人给你的掌声鲜花跟肯定哦，你就是很相信你自己，你本身就是会发光的，你不需要靠别人的光，你也可以活得很好，你本身就是有很大的潜能，很大的力量的，你就是一个潜力股，只是看你要不要爆发而已。你过去可能因为恐惧，因为一些外在环境给你的打压，给你的声音，所以你不敢往前走，不敢去发挥你本来的那个能量哦。现在那些外在的阻碍都移除了，就算他们还存在，他们已经对你不是影响，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因为你们整个能量场非常的巨大。你看这只猫的眼神很坚定，它很信任它自己，它也知道它是一双有翅膀的鸟，即使今天呢，它的那个树枝，它停留的那个树枝断掉，它也不会掉下去，因为它有翅膀可以飞。你们相信你自己是有内在力量的，你们相信你自己不需要依赖别人喂食，也是可以过着很好的。所以这张牌啊，你们可以去得到一个自我满足哦，你们不需要再去好像跟别人索取，跟别人要，你们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可以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你们本身是有潜质的。那薰衣草的香气啊，它可以带来一个舒缓的安慰，所以这个舒缓的能量啊，我觉得它解决了之前你们跟内在小孩隔绝阻碍的一个问题哦。你们会开始往内看，然后去解决一些内在的不安全感，跟那个不平衡的失衡的一个议题哦。你们不再会让恐惧去引导你向前走，相反的，你就像是一只很宁静、很聪颖，然后有一点孤独的猫，你们去依赖自己的本能以及能力来
来适应这个多变的环境，来去找出一条出路哦。当你们学习的越多，你们的路越广，你们看的更加明白，这个就是猫的能量哦。好，第二张牌。好，我们看到的是鸟，这个雀鸟跟桃子，雀鸟跟桃子出现了，这张牌真的是很甜的一张牌哦。爱情快要来了，这个桃子是一种心形的水果，然后有这种香甜香甜的气味。桃子一直以来都跟生育啊、生小孩，还有性、亲密关系、爱情相关联。那这个雀鸟啊，喜鹊的消息，象征的活力、好消息、热情，还有兴奋。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在新的能量来临之后啊，其中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会有爱情到来。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活力、你们的魅力吸引了喜欢你们的人哦。你们可以对感情这件事保持着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去接受你们的这段感情啊，你们接下来迎接的感情可能是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严肃的。你跟他在一起会有很多的欢乐，很多的话题。那这个人呢，恰巧就是被你们的这种聪颖啊、独立、智慧所吸引哦。那你们身边绝对是有很多爱情的机会，你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表达你的爱，你对于你喜欢的人去表达爱，同时你也可以放心的去接收新的爱情。这个爱情里面没有欺骗，这个爱情里面是很浪漫、很令人陶醉的。这个浪漫成分非常的高哦，各种约会的细节啊、相处的细节或是性爱的体验都会让你觉得很丰富、很丰盛。好，接下来呢，这个蜜蜂跟石榴哦，这张牌是生产力的牌哦。蜜蜂跟石榴啊，看得出来哦，你们将会进行一个有目的的、有意识性的创造。它的意思是说啊，你们会设下一个目标，然后就像蜜蜂一样哦，每一天都辛勤的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哦，会让你好像忘记时间一样，全心全意的投入在里面，最终呢会生产出非常丰盛、非常丰美的一个果实。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能量，你们会有一点点忙，可是忙得很开心。你们忙会得到一个实质的结果，实质的产出，实质的金币。你们对于你自己啊这样子的忙碌，其实你是会非常有成就感的。你每天都会觉得说啊，我完成了一些事情，每天都有在进步，每一天都可以变出一些新的东西来，甚至都会有一些惊喜，让你觉得哦，我原来还有这一方面的天赋特长，我原来还有这个方向可以去尝试。如果过去这组的朋友你们不知道目标，或是说你们有一点半躺平，有一点点拖延，就是明明知道有东西要完成，然后有考试，但是又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准备的话呢，我看到这张牌哦，你们完完全全的就是会回到正轨，就是该怎么做你就会去做，心满意足的去做，全心全意的去做，因为你知道你去做这些事情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你投资在自己身上，最后都会幻化成回报的。这些东西一点一滴，即使是最微小的投资，它都会有复利效益，长期累积下来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你们会很有生产力。你们的这个忙哦，不是无头苍蝇，我们是蜜蜂，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有什么顺序，有什么步骤，然后最后我们真的会建成一个很漂亮的蜂窝。这个蜂窝啊是充满了蜜的，这个就是你们未来的一个图像，非常的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从塔罗牌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要给大家，好吗？好，然后我们第一张就是金币9。好，第二张权杖6，两张非常强大的牌哦。权杖女王，我们的塔，金币10。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好，
金币10。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这几张牌都非常的厉害哦。那接下来啊，你们可能会去旅行、出远行，或者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一个玩乐的体验、出游的体验，跟那种约会的体验比较有关系的，享受一些比较高级的这种住宿的行程都有可能。那你们可能会为了这一次旅游啊、住宿，或者是游玩啊，或者是什么样子，可能也是上一个这种高级的学习的课程，好，参加一个什么样子的聚会。你们会去制装，或者说你们去买一些装备，可能你是想要去露营，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滑雪，你们就会去添购一些装备，或者是你们要去体验一个什么样子餐厅，你会先上网做功课预定。看到的就是你们会为了这次玩乐，对你来说是高级的玩乐的体验然后去投入一些时间金钱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你在预订餐厅的时候，在跟什么人联系的讨论的时候，哇，你整个兴奋的情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啊，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一段时光是好好的快乐的去玩的，你们好像终于愿意放松下来了。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往可能把自己逼得比较紧，然后很多事情就会比较硬的想要去把它冲破。但是人生并不是只有头破血流这一条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遇到困难我们就绕过去，遇到一个小人，或者说遇到一个就是不好对抗的一个恶魔，一个障碍物，一个难搞的人，我们没有一定要跟他硬碰硬，我们也可以绕过去不理他，或者是说好就暂时表面上屈服，就是顺从他。但是我们这个是为了保有我们自己的能量场，我们没有必要头破血流、两败俱伤嘛。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停下脚步来，学会等待，学会欣赏。那这张牌我看到真的是你们有一个很优雅自在的呈现哦。你们等待这个金币终于长出来，因为金币旁边是葡萄，等待葡萄成熟时，这个金币也成熟了，属于你们的时刻到来了。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星光跟小鸟在作伴哦。所以你们愿意等待，等待的结果就是好，你们等来一个很棒很开心的一个未来。你们还迎接了一个权杖六，权杖六就是光环权杖六就是桂冠加冕奖赏，全部的奖杯都迎来，这个就是源源不绝的祝福跟幸运哦。不仅是在事业上，感情上也有可能会有，因为这个金币10这两个人，王子跟公主可就是要亲在一起了，非常甜蜜。我们前面也抽到了这个代表爱情的喜讯的牌，我们有喜鹊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组的牌你们可能是事业爱情都会非常如意，都会非常的丰收。好，尤其是在这个金币上金币上的能量非常的丰沛，而且除了金币之外你们还会被人家称赞，就你们会被人家看见如果你们是做自媒体的、公开演说的，或者是需要出书发表，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老师要教导人的话呢，你会被很多人欣赏，你会有追随者，你会有很多的粉丝。那这两张牌，它的得到胜利其实是非常轻松的。为什么你们可以很轻松的得到胜利呢？好，因为你们猫的能量思路非常的清晰你们不只是聪明，你们思路很清晰，你们拥有很好的一个判断力，因此别人会给你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赞美。你们可以真正的去理解一件事情，然后把它深入浅出的讲给一些不懂的人，小白去讲给他们听，讲给初学者听，讲给那个学弟学妹听，
而且你们可以把一些复杂的事情理解得很透彻，在你们的那个领域上，其实你可以树立起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权威。那也因为你们有这个清晰的判断力跟头脑，你们才可以得到这样大的声望跟财富哦。因为真的是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判断力做决定做正确了的，其实就可以为你带来很好的结果，事半功倍。你们可以去预测模拟未来的成功路径，这个很厉害。你们不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而是你可以去预想，可能并不是这个预测是完全准确的，可是你可以预知到，如果我今天怎么做，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而且你们会有各种方案 ABCD 各种方案，不同的情境都可以去运用。我看到你们接下来啊，面对这个困难哦，那个心境上是非常的轻松，而且是很轻松的跨越，轻松的突破啦。你们这一组应该是蛮关心自己的财富的，然后如果财富了满足之后，你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掌声，你希望被别人看得起，对不对？而且你不希望你今天赚的钱是那一种需要跟人家低声下气，需要去看人家脸色等等的，你们是希望自由。你们为什么希望有钱呢？这一组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有钱可以给你带来自尊自由，你不用再受限制了，你可以去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不用说好几点到几点一定要做什么，或者是说被绑得死死的，每一天通勤很辛苦等等的。好，我们接下来会用比较少的时间哦，去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结果，不用再四处奔波，或者说不用每一天很有压力。你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自己给自己一段时间冥想，然后让自己的思路更加的清晰。还有就是呢，你们要有对这个金币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金币哦？我看到你们对事情是很热忱的，你们对学习是很热忱的。这边也出现了一只黑猫哦，真的，你们的财富就来自于你们的聪明的判断力，以及各种好像新知识的学习啦，学习一些接触一些新的领域、新的尝试。真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个权杖女王，一个正确的决定可以帮助你赢得一切。你们不用付出很大的努力，你真的只要判断，也不是说不用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你们要养成这个良好的判断力，事先其实是有做功课的。那你们做了这个正确的开关打开之后，财富就会源源不绝的流向你哦。你就是用一个杠杆轻松的去投入你的时间之后呢，那个回馈啊，其实来的速度很快。所以当你在前进的时候啊，你们要注意的是前进的方向，而不是一股脑的往前冲很快，到最后发现是死路。你们可以慢慢的走，优雅的走，然后多观察再走，没有关系哦。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岔路口，你们会做对选择。做对选择，这个选择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你身后你旁边那些辛苦工作的同侪，对不对？因为我们最终走的是正确的方向，选择了之后我们再奋力前行，就是你们拥有正确的选择再加上努力，其实这个效果真的是很好的。而且我看到你们永远保持着希望去跨越困难，跨越阻碍。每一次在事情看似很黑暗的时候，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翻转。这个塔它把过去的东西都烧毁了，也代表把一些让你困难、让你沮丧的这种能量哦，把它斩断，就是全部都烧毁了。有的时候好的坏的一并都放一把火烧掉，整个就是重新开始，整个就是置死地而后生啊！不管你曾经遇到多么的
多么多的困难，其实在这个塔之后啊，绽放的美好真的是奇迹一般，反转式的一个美丽跟好运的。我们的金币石，好，你们的这个阻碍啊，我觉得就像倒下来的塔一样，它终究会过去。你们不会永远都被困在高塔中，你们不会永远都被困在这一片黑暗这个水域中。最后啊，你们会逃出去，那个束缚你的锁链会断掉，你会走出来，你们会有自己的翅膀，你们会飞向金币石。而且金币石不只有金币你们还有这个很丰厚的一个爱情，然后这边还有小朋友所以有些朋友啊，你们的金币跟家庭的能量是一起的哟，整个家庭都会变得有钱，整个家族都会变得有钱。好，很厉害的一个能量哦。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权杖五权杖五就是斗争，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火焰，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权杖五它的上面啊，这根权杖有一些小小的绿色的这个枝芽枝苗，这个代表什么呢？好，权杖五它其实代表一个竞争斗争的一个状况，这个竞争这个斗争啊，会让你们赢得最后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要害怕竞争哦。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分输赢的，如果没有竞争，其实没有人看到你有这么的好，因为大家都在旁边一团和气的话，其实看不出来你有多优秀多厉害。所以这个竞争呢，其实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大家经过一场打仗，大家经过一场辩论讨论之后啊，其实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其实可以再更加的思考我们要怎么样都让彼此更好，所以它有点像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好，接下来的这个时光呢，宇宙其实要问你啊，什么是胜负的这个定义呢？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要征求个人的胜利，虽然你们会取胜可是这场战争让你赢得胜利，更大的意义其实让你看到的是，你有能力赢，你有能力去帮助那些人，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这一场战争啊，或者说你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有这种团队的竞争，或者你需要跟其他人做竞争，最后你会取得胜利。那你会发现如果你们是这种同行的竞争啊，你们会有棋逢敌手的感觉。好，有一个跟你势均力敌的人，然后你跟他互相的打斗，然后互相的讨论，互相的竞争，也互相的学习，最后啊，其实两个人都可以更上一层楼，你也可以就是获得更多的实力你们可以透过这一场比赛，这一场甄选，或是这一场战役你其实可以更加的刺激你对生活更加的有活力，有一点点适度的紧张融入到你的生活中，其实可以让你更加的看见哇，原来你自己是有能力去突破这一些困难的。可能你们过去都会避免冲突，避免争端，可是这个冲突对你来说是好的，这个竞争对你来说是好的。你们赢了之后啊，其实可以发现好，你们两个也许不仅仅只是有竞争的这个关系，可能你们也可以在某一方面产生合作，或者是说呢，可以把这个饼做大，大家一起分享。你们可以去结盟，在结盟的同时，就是有一点亦敌亦友的关系。好，这张牌啊，权杖五赢了之后你们不是只有赢你们还会获得很多的好运，而且这个好运是因为你们过去以来坚持不懈，不断的尝试，靠着个人的努力，主动的去创造出机会所获得的这个幸运你们可以在跟别人交流疏通的过程中发现了好运，或者是说你在某一个领域中，你的演讲比赛，你的记忆比赛，你这个考试的成绩最好，或者说你的业务成绩最好，
因此大家看见了你，你在这个领域经验丰富，技艺娴熟，因此你有了更大一层的突破，也真的是因为靠着这个竞争哦，你才发现自己原来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脱到下一个能量的级别，你们已经成为了高手了。好，你就是在一个很专业的级别中，你们是真的有本领有本事的人，你们真的是被别人看见的人，你们站在更高的一个维度，其实在这个更高的维度可以接收到更多新的资源机会，以及你过去接触不到的那个圈层中的人，你会有很多的机会源源不绝的来临，因为你们在比赛中在战役中脱颖而出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我们的命运之轮哦，跟这个宝剑的女王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蛮特别的，就是你们是一个很有自己个性的人啊，你们自己的真的是从小到大，你们自己的思想可能就跟你身边的家人朋友都不大一样，很与众不同，或者是说你的穿着打扮很有你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跟这个世界呢格格不入，然后有的时候你就是很想要自我发挥，但是又没有办法，你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在某一个群体、某一个规范中。其实你们心中真的也是有很多可以去表达、可以去抒发，以及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哦。好，那接下来我看见你们的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然后呢，你身上本身的独特性会让别人发现你，可能你身上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思考模式，或者是一个专长，或者是某一项特质让别人很欣赏你。有一个人他会找到你，想要跟你合作，然后可能这个合作会让你带来很不一样的视野或机会，也许就是他呢想要开公司请你来帮助，而这个公司最后运营得很好，非常的知名，会有这种知名的机会来找你，或者是说一个已经是顶流的这种公司啊，开出职缺来邀请你去尝试。为什么呢？就是你身上这些独一无二的天赋，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你被大家看见，打开机会，然后赚到很多钱。那这一组牌有非常多这个女神的讯息出现哦。你们可以留意一下生命中的一个女性的贵人，这个贵人啊，她看起来她的年纪应该不会非常的大，就是可能是20到40岁左右，就是因为这个年纪大不大，基本上要看你们现在所处的年龄段了。我会觉得她不会比你们大非常多。有些人他可能比你稍微年轻一点，他突然的一个点子，或是突然的一句话，会点醒你哦，让你去往其他的方向去想，你的脑袋开始动了，这个命运之轮就开始转了之后啊，好运跟成功就会流向你。你们的眼睛终于可以看见花，可以去看见机会，可以去看见美丽。好，这个是你通往成功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你要去看见，不要说宇宙把机会送到你身边，或是说明明它就在你身边，透过这个人来传递给你，提醒你，然后你就是漫不经心的把它错过了。所以你要去留意哦，在周遭你的环境，然后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什么人你觉得他的磁场是好的，能量是善的，你多多跟他接触，不一定要是你专业领域中的人，其他各方各面的人都可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透过这个人的牵线，他有认识谁，他的表哥表姐，或是说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啊，他的老公等等的，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贵人，会帮你穿针引线。所以大家要注意，要去连接一下，多跟，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有人去愿意跟你展开话题，有这样子对话接触的机会，都不要去
放弃，也不要一开始就很带有利益的心情去跟别人接触。有的时候呢，机会就是不经意的来到你们的生命中，不管是实体的交流或是这种网络的交流都是可以的。好，那这个命运之轮呢，会让大家去真的是太旧换新啦。过去让你心烦意乱的能量过去让你不舒服的能量其实那些都过去了。好，曾经如果你有一个很爱的人，你很想要去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你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你们如果觉得很失望，如果觉得很心痛的话，命运之轮也告诉你，你其实不要去怪自己，也不要怪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啊，你不要把他的十字架背负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让他自己去想，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学习那个功课。可是你让你自己先成长起来，先茁壮起来，你的能量其实也会影响到他们，你会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你不要在那样子的纠结关系，那个环境中继续跟他冲突，继续跟他不愉快，这样子会苦了双方。所以命运之轮转动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就是要勇敢的往前走，你才可以看见魔法真的在你生活中显现，真的在你生活中变出来，你原先难以想象的这个东西，难以想象的一个惊喜。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力量牌力量牌代表说，接下来啊，你们面对自己的选择，面对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会去更加的听从你真正的声音因为这个力量是来自于自己本身的力量不是别人强迫你去做的。假设这个是公司要你去做的，别人要你去做的，还有家庭要你去做的，你可能做一半，然后你放弃了，就不想要动了，你也不会再去想要尝试一下。可是今天呢，你真的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去为自己真的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你要怎么样去突破呢？其实你会面对这样子的挑战，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成就感的，好像在打怪一样。我每次打怪，然后就多了一些升级，多了一些宝物，然后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地图，又有一个新的旅程，新的探险。你们真的会去看到，去寻找到内心真正的一个力量。好，在这样子的力量中，这个恶魔啊，它不再这么可怕了。这个恶魔也不完完全全是你心里的敌人，有的时候这个恶魔啊，可能只是你心里的恐惧，让它看起来很大。好，其实你们内心的力量会帮助你用更清晰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好，本来你可能觉得我生活中就是只能上班下班，或者说我只能依靠像现在这个专业过活。好，今天呢发现了新的，你看这边也有一个宝剑嘛，就代表说你的思维、你的思路，其实真的就是帮助你扭转命运的一个关键。其实今天有一个免费的进修课程，你可以去上，你可以去找到原来有这样子的资源，或者是说你可以去看别人怎么做，你可以去拆解它的步骤，你可以先去复制，然后去学习，去模仿，再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产品，属于自己的一个流程。本来只是一个兴趣，现在你可以将它打磨得更加的专业，所以会有很多的人想要询问你，很多的人对你的产品服务，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知识有兴趣。那这一张牌真的就是大家的一个转念开始，当你这个转念开始，当你愿意去往前走的话，你愿意去斩断一些绊住你不能前进的那些荆棘、那些杂草的话呢，其实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很强烈、很强烈的震动，很强烈的震撼。那个能量是要让你往前走，去创造下一个阶段的美好。如果你在过去的记忆中有很多委屈，然后有很多的眼泪，你觉得这个上天发生在你身上这件事对你多么多么的不公平的话呢，命运之轮转了之后，这个力量啊，怎么说呢？你过去会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你很渺小，但是你今天已经长大了，成熟了，
成功了，你再看过去那一些，其实就是一笑泯恩仇，你已经不会在意了。好，你已经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能量的级别的地方哦。过去伤害你的人，过去对你无情的人，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动你一根汗毛的，因为你跟他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能量级别了。这一切啊，都是因为你们自己愿意去改变，愿意去转动，在接受宇宙给你的这些好运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好，所以大家真的要去放下过去的那些信念，过去的那些限制，它会阻碍你看向其他的机会。可能那个就是过去的那个框架，就像你为自己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那个帽子会遮住你一些视线，至于可能就是某一个角度的东西你永远看不到，那个机会如果刚好就在那个方向，你永远都是找不到的。如果你们要撑伞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人生会下雨，大家你就撑一把透明的伞，透明的伞它可以让你在下雨天的时候视线还是很好的，所以你要保护自己是有方法的。你有时候确实你要去保护你的能量场，可是也不需要完全的关闭，至少我们还是需要清晰的视野，清晰的辨别的能量。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独角兽卡。独角兽卡第一张牌告诉大家的是，请你们就是好好的开心一下，放松一下。好，为什么会有这张牌呢？因为当你们太紧绷的时候，就是太就是脑袋一直被那个琐事占据啊，然后工作的事情占据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宇宙要给你讯息的时候，因为外界的声音太吵了，你们会接收不到。当你身体很有压力的时候，其实你们会很容易焦虑紧张，很容易紧绷，你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究竟是我自己的一个杂念，还是别人灌输给我的观念，还是宇宙给我的一个传讯，宇宙的讯息呢？所以你们要先让自己真的是放松开心的笑，就不管小事大事，你觉得好笑就去笑吧，不要管自己的形象，就是开心一点，放松一点。好，第二张牌哦，他说想一想啊，就是你身边有哪一些人或哪一些事情你是值得去感谢的哈，会让你觉得你他们就是你有他们的陪伴是很开心的，可能是你的毛小孩，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说当你孤独难过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找他倾诉的，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说你的一个长辈等等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那有的人你则是要谢谢你自己的内在小孩，因为他就是你最坚强的一个啦啦队，他啦啦队一直陪伴你走到现在的这个地方嘛，所以去看一看有些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值得去感谢的事情，让宇宙的能量引导你的创造力。对于富裕过得好的幸福的人啊，我们也不要去用一个怨恨或者说嫉妒的眼光去看待他，因为其实你们也是最终也会成为同样的跟他们同样能量级别的人。如果你现在去嫉妒，或者是说有钱人都是因为用一些不好的手段然后才会变有钱啊，或者是说他是因为怎么样啊才可以过得那么好。如果你是用这种负能量去看待这样子一个状况，可是你心里其实也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这样对宇宙来说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讯息，因为你好像在抗拒，因为你嘴里是批评，所以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如果你是真心想要的话呢，你就是真心的去拥抱，去说你也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宇宙就会明白，宇宙就是会透过这个顺流把你想要的东西送给你。好，那我们还要去多多的感谢，即使在一些你觉得不大能够去感谢的状态下，要感谢什么呢？感谢自己。好，那还感谢自己还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听一个好像很奇葩或是很荒谬的这个言论啊，就是感谢自己的一个专注力还有感谢自己的一个脑袋可以去明辨是非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这张牌是塔，我们又出现了一张塔。好，不过这张塔非常的可爱，它是一个这个女孩子啊，她正在倒立哦。这张牌一样告诉大家，请你们放松一下，暂时拔掉插头，放松一下，对不对？休息一下，放空一下，什么事情都不要想，泡一杯热茶，然后去做一些伸展，做一些瑜伽，做一些冥想，陪伴自己度过一段有品质、高质量的时间，或者是说你在 YouTube 上去听一些冥想的影片，好听的这个轻音乐等等。你也可以去阅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是说你在你家里的周遭悠闲的散步，去看一看你平常不会走的路，去发现一些小店，也可能你可以开车啊去一个这种森林吧，比较秘境的地方，然后去探险，对不对？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发现你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你是可以充电的，也可以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或是甜点店等等的。当你好好的对待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让你自己来表示对你自己最大的尊重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你要去照顾你自己，这个是对你自己最大的一个尊重。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能量神谕卡哦。好，哇，第一张牌哦，31号，通往丰盛之门。第二张牌是胜利。好，第三张牌是离开哦，这三张牌。好，这三张牌的能量哦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穿着好像有点古代衣服的女孩子哦，她正在离开。她离开的时候呢，她还稍微回头回顾回眸望哦，但是她真的是要走了。放下前进，这代表说你们真的会从某一个状态中离开。你们可能本来是在一个这个花园中，这个花园是有很漂亮的花，但是呢，它就是这个小小的花园，它有这个门把你们封住了，你没有办法看到外在的世界。现在呢，你好像想要放下自由的、稳定的、安稳的一切，或者是说，别人给你营造好一个很安全、保护得很好的体制，你想要离开，你去关上你身后的大门，但是你也回头，你回头表示感谢，谢谢你们过去曾经带给我的一切，让它变成是我现在的我这个美好的样子。我带着过去的记忆以及你们给我的祝福，我要往前走了。我要去走向我的未知，我做出了一个选择。好，我在某一个状态中我已经成功了，我想要功成身退。也许有些朋友是你们这个离开是从一个职场上退下来，我想要去退休啦，过我的惬意人生哦。有些朋友你是从一段关系中离开，有些朋友你则是从这个家庭中离开，学校中离开，某一个状态感情状况中离开。好，它可能是一个职涯、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任何形态一个长期的经历。你真的是过去在那个后面的花园待了很久了，在你的那个还不错的环境中，也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当你好好的去思考你人生的选项的时候，你会发现前方有更宽广的道路，你推开这一扇门就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哦。好，有些朋友这一张牌代表说你终于愿意去断舍离一个不好的习惯，比如说你想要健康，可是你总是熬夜之类的，或者是说你想要过一个更安全的生活，你去戒掉一些不安全的习惯，或者是说一些情绪的模式、思考的模式、负面的模式，无论那些模式过去你觉得是多么的根深蒂固，现在你终于拥有释放的力量，你可以选择自由，迈向自由，你可以轻松的去斩断过去那些你觉得不好的，会困住你的，不管是习惯、思考模式等等的。好，这一张牌告诉大家，时间已经对了，万事俱备，你可以去摆脱令你觉得不舒服的环境，或者是说，这个环境其实你待的也不错，只是前面的这个空间，前面的路，你更想要去探索。好，这一张牌的能量很棒。接下来是28号牌。
28号牌胜利，离开之后，我们迎接的就是胜利跟丰盛啊。这张牌真的是一个胜利女神，很美丽耶，然后她很陶醉，她的金色的这个花环，金色的花环代表已经功成名就啦，就是已经所有的好运都在眼前啦。你们对于自己真的是很自豪哦，你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这样子的千秋大业，打拼以来的事业。那这个事业可能真的是工作上的加薪啊、晋升啊，然后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自己的创业成功了，然后源源不绝的金币涌下来。那有的人的胜利因为有的朋友们可能是家庭主妇，或者是说花很多时间是照顾家人，那你的家人对你的感谢，或者说你的家庭的状况运营的还不错，对你来说就是你的胜利啊。你们就好好享受这个成就感，因为这组朋友过去你们真的是一直在追，一直都不满足，可是这几张牌一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真的会很满足，不再想要去外求哦。你会觉得现在这个状态真的是宇宙对我太好了，我不应该再就是我就是不需要再奢求什么，这些东西就真的是我之前想要的，而且比我想要的更好，更加的丰盛哦。好，31号牌通往丰盛之门，所以你们从旧的这个花园中离开，是不是一扇门的关起，另外一扇门为你打开，而且这个打开它是跟一个职涯的新选择跟财富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它打开之后，你看它新的路，就是很多的钞票就吹到你的眼前啊，而且这个门还是红色的，它是朱门，它是王公贵族的门，然后还有这个金币，你一打开之后，前方是一个黄金的这个城堡，黄金的城市，所以接下来你们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令你振奋的选择，哇，你很开心的往前走，一个新的开端，或者你看见一个项目一个事业，或者是说一个职涯，它是非常的有扩张的潜力的，它是让你觉得你推开这扇门背后会是有非常丰厚的成果，所以你们真的会不辞辛劳的去往前走，因为这个回馈很明显嘛，他不会说你投入了很多，最后没有什么回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向的去奖励你，看到有这么多钞票飘过来，你会更加的努力，就是更加的想要去抓住，对不对？你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打开，才打开一半1/3就已经那么多的钞票，所以往前走，往前看，更加的丰盛，应该是无限的丰盛为你敞开。只要你相信丰盛之流，其实就会自由的流向你们。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要灰心，不管你现在遭遇了什么状况，你们可以多多去尝试，不同面向都可以去看看，在不同面向去付出你的努力，那再找一个你觉得最适合的那个方向，你去深入的投入，深入的去钻研。那你自己本身啊，时间自己的声誉以及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它都是一个商品，它都可以去亮相，它都可以为你带来财富。你的爱也是，还有这个财富，大家除了有形的财富之外啊，很多时候如果你拥有自由掌控时间的权利，这个也是一个财富。你拥有身边的人无偿的给你爱，那个也是一个财富。有人为你做一顿饭，或者说有人请你吃饭，有人去就是提供你一项服务，接送你等等的，那个都是一个财富哦。所以这个财富之门，它显化的形式有很多种。好，那请大家多多去留意生命中的宇宙要给你的财富。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今天的选牌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选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奇迹好运即将显化到你们生命中哦。好，那首先呢，一样来对应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的状态，以及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想要提醒你们。我们第一张牌是这个恐惧哦。
好，这一张牌有出现了手，还有剑，还有一只蛇蛇还张着它的这个血盆大口，然后这个剑呢，它刺穿了手，感觉非常的痛。这一张牌的能量是这样子的。第三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的灵魂你们的能量中有一部分因为恐惧而被冰封住了。你们目前好像对自己某一些事情上不是这么的有自信。这个恐惧有的时候可以让你回避一些危险，但是恐惧过于放大的时候，会使你们比较退缩，不敢和别人接触，或者说不敢主动的去争取一些机会那出现这一张牌的讯息，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讯息是，你有这种恐惧是很好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警告，但是呢，你们也将透过这个恐惧开启了一个新的眼界，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前进因为在这里呢，宇宙要跟你说，你们的这个能量好像因为过去大概1-2年前，或者是2年之前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某个事件、某个情境，或是因为一段关系，你们的能量被冻结了，因为那个情境或那件事情，你觉得很害怕。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个恐惧就已经在你心中生根发芽。有的时候它会妨碍你的进步。好，我们今天出现这张牌，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选择不同的新的道路，你们内在的新的能量的一个转换，其实可以带来外部能量的这个变化。这个恐惧是可以被释放的，是可以被转换的。那一切的节奏，一切的进展，完全是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对，这只手，其实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宇宙也会尊重你的一个步调。你们去理解为什么你会对于某些事情不敢去争取机会，好，某些事情、某些情境不敢去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或者是说呢，你在择偶的时候是不是给自己一些限制呢？这个恐惧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长时间以来被恐惧束缚而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宇宙想要传递一些讯息给你拿去这个恐惧之后把自己从恐惧释放出来，让这个空缺的位置就是以爱取代恐惧，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很简单、很流畅。那在接下来的这3个月大家要留意的这个提示是颜色，你重复看到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宇宙给你的讯息，这个颜色是可以让你感到疗愈的。好，第2张牌呢是 Fountain of Tears。 好，你们的灵魂有一个隐藏起来的悲伤，这个痛苦是你被压抑着，是你把它压抑在比较深的。那宇宙说这个痛苦，你们会感觉到痛苦，绝对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人经历相同的事件情境一定会难过，同时你在这个痛苦中也学习到了什么东西，确实也让你成长了。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心里哀悼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是渐行渐远，或者是说某一种过去的辉煌，你已经离它远去，或者是说曾经某一个你很喜欢的环境，你最喜欢的那个人事物已经跟你有一些分离了，你的心里其实有一些痛苦。那这里的能量是告诉你说，好，其实你们的人生真的要开启了一个新的章节。好，在过去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使你们的能量冰冻了、冷冻了，让你受到害怕，让你受到惊吓。但是呢，
你今天可以用新的一个方法去跟内在的自己连接。你的内在有一部分可能感觉到很悲伤，很想哭，想要尖叫，甚至有时候你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个恐惧从何而来。因为有的人你们这个是跟家族的业力有关哦，或者是说这种累世以来的你的灵魂升上来就是有一点点忧伤的感觉。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个眼泪会对你的灵魂产生负面的影响。宇宙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告诉你，安慰你，他希望他可以真实的拥抱你。所以你要去感受宇宙的爱的话，其实你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照顾自己，你就可以让自己跟宇宙处于相同的温柔的能量的频率中，你们可以以一个独特的方式在交流。好，那我们下一张牌哦，我们看到的是丰盛。好，这张牌很明显告诉大家说，其实接下来的生命啊，你们的灵魂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哦，而且你们的能量流动会变得很快速，进展得很快速，那个同步的同时的现象会发生得很快速。你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快，其实宇宙告诉你，没有事情是没有因果的，它不是无缘无故进到你的生命中。你生命中跟你相遇的每一个人，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宇宙要教你的一些课题。当你去经过了过去修完了那些课程之后啊，你们要迎接的就是丰盛啊。好，丰盛在哪里呢？其实丰盛就是在你眼前取之不尽的。接下来你们要显化出丰盛，首先呢，你们要腾出时间来要去冥想，要去深呼吸，因为你们在迎接丰盛之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自己平静跟安宁安详的，在心态上要平静的这个前进哦。好，你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你才会去发现宇宙给你的丰盛。你要从过去恐惧啊、悲伤的能量中释放出来，你才会在生命中找到新的机会。那这里啊有一个意涵是，你们必须要分阶段进行哦。第一个阶段就是要释放你的恐惧、你的悲伤哦。好，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必须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稳固的、持久的基础哦。有的时候这些很基础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打好，才可以往新的阶段迈进。就像你在爬楼梯一样，一次一格，然后往上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处在一个新的能量中，你会发现你往上一层遇到的人事物周遭是完全不同的。那宇宙也要告诉你，你要排定你生活的一个优先顺序，你最想要花时间在哪一个人身上，或哪一件事情身上，你最想要花时间去实现什么样子的目标，因为你们一定要保护你们的能量，集中你们的能量哦。这个丰盛来自于你们能量的集中哦。其实你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宇宙相信你，你们想要做的事业，你们想要完成的目标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最终啊会被看见。这个被看见啊会带来实质上的金钱上的回报跟丰盛。那除了物质之外呢，因为你们的这个丰盛啊不单单只有物质哦，它远远超越那一些哦。除了物质层面之外呢，你们还能够创造幸福，这个幸福是只有你才可以为自己带来的幸福哦。你拥有钱不一定可以带来幸福，你拥有钱可以解决你生命中很多的问题，也可以让你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可是它不一定跟幸福是画上等号的。在这里的能量是你们是身心灵都是丰盛的，都是富裕的，你们能够拥有时间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能够自由的支配金钱，不会感受到匮乏，这个都跟你集中注意力在你想做的事情有关哦。你们要花时间专注在指引你实现目标的那个方向，从那个方向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而且会有很多的奇迹在那条路上等着你去发现哦。
好，接下来这一张牌哦，这张牌是爱。好，这一张牌的讯息非常的美好哦。好，这边还开了好多花哦，所以爱的上面开花了。这个讯息很明确哦。第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要爱自己哦。过去你们可能不懂得怎么爱自己这一组哦，然后你们会试图在别人身上找到爱。但是呢，你们先去爱自己之后，看见你的灵魂是美好的，看见就是看见接纳你本身的缺点跟优点，然后去接纳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笨拙，每一个错误，那个都是你完美灵魂试图让它发生的一部分哦。通过这种不完美，你们将会通到另外一个完美。在接下来的3个月，爱的能量将会给你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哦。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感情上有一个重复的模式，或者是说你进入到一段关系稳定之后，你会觉得有这个模式有一点点疲劳，有一点点好像彼此很像是室友，没有很深刻的一个交流哦。好，接下来的这个能量是反转的，这个爱不只从你自己出发，也有源自于你，散发于你，然后带给其他人的爱，而且有一波新的爱的能量将进入到你的生活中。这个是你给你自己的爱之后，来自宇宙给你爱的回应哦。所以单身的朋友有机会遇到新的桃花，那如果是已经在感情中的，在这种稳定关系中的朋友啊，要么就是我会觉得大家其实怎么说呢，少部分的人就是留意一下有没有人喜欢你，那你有没有想要去结束现在这段关系，然后进入一段新的关系。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爱啊，会让你重燃起你跟你现有的这个伴侣的一个关系哦。你们的感情会回温，你会发现，好，对方虽然在很多事情上惹你生气，让你不高兴，但是你会再透过某一个实体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对方对你的爱其实很深的，因为他愿意在这个点上为你这么的牺牲，为你这么的付出，甚至可能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你就愿意在其他方面做出退让，做出忍耐，你其实可以感觉到你是被温柔的爱、仁慈的爱所包围的。好，这边还有玫瑰哦，玫瑰就是爱情体现的一个象征吧，然后它可以帮助你连接到灵魂本质的这个美丽哦，很棒很美的一张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讯息哦。具体而言呢，有什么样子的美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由毛毛虫变成蛹，变成蝴蝶哦。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们的灵魂即将要开始美丽的一个蜕变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建立一个新的心智模型哦。你们应该算是一群对自己蛮有要求的人哦。很多时候你们过去可能在一个蛰伏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想要努力，可是却找不到方向，但是又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躺平，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真的说摆烂放弃人生哦，就是没有办法说真的过得无欲无求的生活，可是你们又没有办法去跳得很高，蹲不低，但是却也没有办法跳得很高到可以去实现你心中所要达成的那个理想、那个目标，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你们都处于一个撞墙期，或是说迷茫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其他人看到你们的样子也会觉得说，到底在烦恼什么？你们也是有吃有穿啊，然后好像生活各方面也都还行嘛，但是其实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心里的那个追寻哦。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那种明明
就是很多人做到60分就可以，可是你们非要试图想要做到90分，做到100分哦，你会想要去突破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极限哦，就是你心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是过去可能因为你的资历、能力或者是说经历不足以让你达成某一个目标，比如说你希望你的年薪有多少，你的收入有多少，或者是说你可以跟什么样子的一个对象进入关系、交往等等的，没有办法去实现你的这个心中的，就是给自己设下的一个目标，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好，只是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你们真的是心愿比较大，可是现在啊出现了这张牌，其实你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灵魂觉醒的过程哦，你会进入到一个转换。毛毛虫它其实并不知道，在另外一边等待它的是美丽的翅膀哦，它只是跟随着一个自然状态的召唤，它被指引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它变成了一个蛹，然后它也不知道接下来它会有翅膀。那在毛毛虫转变成蝴蝶的过程中，它的身体整个会完全的被分解，并且重新的被建构，成为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有翅膀的飞行的生物。因此，它可以体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就是你们生活形态上会达成一个质的转变，很大的一个转变。像毛毛虫一样，过去它是用爬的，接下来是用飞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嘛，你们可能过去在蛰伏的这一段时间哦，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各式各样的学习。你们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很有想法的一群人，很聪明，有的时候会想很多。那透过这段时间，可能沉浸在各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或者是说观察别人的一个做法等等的，其实你们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累积了不少。接下来啊，你们会在某一个方面去晋升、晋级到那个成功人士之列，就是你们经过长时间的累积、长时间的培训，那个专业知识哦，自然而然的可以让你成为赚钱的一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很特别的是，那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那个是你自己亲身去经验、脚踏实地而来的，那个并不是说你在学校可以学习到的知识哦，反而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点像你去探索，你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你就跟随着宇宙的召唤。现在想要做什么，即使是跟你专业完全不相关的一件事情哦，你就会去做。然后呢，你将会有一个发扬光大的一个机会哦。当你实现这个机会，当你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说，原来我过去有这样子看似无关的这些事情，他们都是有牵连的，它是都可以被连成一条线的。你好像从过去啊，就一直以来在为了你的成功做准备，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将会得到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体验，你们将会实现成功哦。而且在这个过程啊，它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你们绝对可以去经历、去完成这个挑战。这个自然的运作，就是毛毛虫蜕变的过程啊，它是需要时间的。大家不要担心哦，这个季节四季会有变化，你们要去信任生命给你的这个体验，随着生命之流去体验，去允许这个过程发生，并且在其中去享受它。不管你现在是在经历哪一个过程，有些朋友你真的快要破茧而出了，你就快要变成蝴蝶了。当你拥有翅膀之后呢，你会看见天空，会去接触到不同圈层的人，所以你要去信任，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而不要去抵抗。对，大家要放手，要顺流，往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流去。好，我们的第二张牌是金鱼哦。好，这张牌讲的也是接受、放弃控制、敬畏宇宙跟这
臣服哦，这张牌很美，大海中的2条金鱼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实现你们梦想的过程啊，接下来的人生哦，会是有人陪伴的。好，1条大的金鱼跟1条小的金鱼哦，这是你们2个的故事哦。金鱼啊，它是一个传递者，它要传递着宇宙宇宙给你的一个恩典。金鱼它也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哦，它的身体积累了这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记忆。这个金鱼啊是很优雅的，顺流而动，顺着这个洋流，它并不会试图去控制。这一组的朋友啊，就是当你放下控制的时候，其实就为你未来的路创造了新的可能，新的移动的空间哦。那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啊，是一个零和游戏，大家都要去做一个地位之争，争第1名、第2名等等的，然后权力的分配。可是每一个位置都只能有一个人，因此当你要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输，不断的在这样子的竞争中。接下来你们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蓝海，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啊，不再只是这个竞争，而是一个正和游戏，大家都可以赢，大家都可以共好。那你首先就是要放弃你对事情运作的一个想象跟控制，你要去交出你的最高力量，宇宙将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哦，并不是一定要争输赢，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你需要的东西。而且对于渴望自由的朋友，这是一张非常有力量的牌哦。你越能松开对结果的控制，其实你就越自由。你们将持续的得到好运，得到你需要的这个事物你需要的事物会持续的供应在你身上，好事也会持续的发生在你身上哦。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宝藏哦。好。很多很多的贝壳，这张牌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的这个好运跟你们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有关哦，跟就是这个藏在你过往的记忆中。当你还是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的时候哦，你可能会有你心中很宝贝的东西，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哦，她会来到她家里附近的这个海边，那她会被这个美丽的贝壳所吸引哦，她都会去捡拾这个贝壳，去带一片他最喜欢的贝壳回家哦。他需要去找，他在这个沙滩上找了很多次，走了很多次，才会发现他心中的那个宝石。所以呢，他其实是有敏锐的观察力。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活得很通透，因为你们的一个观察力，这个是你们创造奇迹的一个能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哦。请你们透过你的观察力，仔细的去留意周遭一些的细节跟小事物，这个就是宝藏这张牌的意义哦。有的时候啊，你们前进的方向会比你前进的速度跟你前进的力量还要重要，方向是比较重要的。不要埋头苦干，而是在做之前先去想一想，如果这个小女孩要找到贝壳的话，她不可能去大马路上找，她要去这个海边，这个海边是要有海洋生物的，对不对？所以这一张牌告诉大家说，小事情、细微的事情、隐藏的事情、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哦，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魔法的力量，你要在小事情中发现美好，许多的小事情累加起来，其实就会是大事件了。所以你们不要去小看这个细微的微小的事情，它是可以有改变你生命的力量的。那有的时候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必须要去动手，就是实际的真的要活动起来，就像捡贝壳一样，你的手会脏嘛，所以大家
不要去排斥逃避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事情，或者是说不要好像说每一件事情都要规划得很完美再行动。有的时候呢，在旅途上稍微迷路一下，你去观察一下，不在地图上，或者说不在规划的那个行程，或者说那个世界是怎么样，它其实会有很多让你很惊喜的一个体验哦。那你们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最后你会得到奖赏。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讯息是，有一些奖赏其实是你之前你自己已经把它埋起来的，可能你们过去捡了贝壳之后，把它藏起来，把它放在一个宝盒里，你不知道。好，接下来呢的这段时间哦，这个美好将重新的显现哦。有一些美好是你从小事物、小细节中发现出来的，那有一些美好其实真的就是你们过往种下的、埋下的，现在开花结果了。好，可能你过往的累积啊，让你接下来其实会有被动收入源源不绝的这个股息股利，或者是说过往你投入在一段事情一件事情一段关系上，你终于获得了回报，你获得了提升，获得了奖赏，获得了称赞，或者是说得到了别人的信任以及更深的连结，这个是你们过去藏起来的一个保障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哦，是我们的神圣的女神哦，盖亚哦，这个强大的母性的连接大自然的疗愈的能量哦。好，盖亚的能量，它是一个代表这个星球上所有灵魂的一个生命生跟死的一个记忆哦。所有的觉醒的灵魂都跟盖亚有深深层次的连结哦。我们如何对待自己，以及选择如何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其实反映了自己的一个觉知哦。好，这张牌的出现呢，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们要去培育自己，你们要把自己好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士来对待，你要去滋养自己，你要去照顾自己，而且你们要有意识的来为你的生命做决定，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的就是怎么说呢，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抉择哦，包含了你要在什么地方生活，你要跟谁发展关系，你要从事什么样子的行业。其实盖亚女神要让你去问自己这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希望你可以跟你的灵魂本源去连结哦。你真心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哦？那盖亚也是一个保护牌哦。好，你在从事的行业要跟你的灵魂计划灵性是一致的，然后每一次的行动都试图去对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创造一些正向的改变。好，首先当然是以爱自己开始，其实你们去爱自己就是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能量，爱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行动。好，盖亚女神的牌就是看见大家接下来这段时光会跟自己的内在有更深层次的连结哦。那这个体验呢，会让你更加的获得心灵上的平静、安静，跟不会说好像很愤怒啦，你们在心情上会变得比较的和缓，更加的有耐心。好，接下来这一张牌我们是沉思冥想，跟前面这两张，跟前面的盖亚女神，我觉得好，这两张牌都是非常疗愈的牌。好，你们的灵魂深处正在进行一个觉醒哦。你们周遭，我觉得散发出一个很和平的氛围耶。这个和平的氛围是，很多人会想要去靠近你、接近你，来跟你寻求指导、寻求安慰哦。如果你们是在做那种老师啊、諮商者，或者是说你们是那种，也就是朋友这种心中的可以去询问或交流的对象啊，我觉得这个能量会越来越强，你们有疗愈别人的能量。好，
疗愈别人之外，你们首先做的是疗愈你自己哦。你可以去进入到一个避风港，让你的思维更加的清醒，更加的平静哦。你们会每一天做出对自己更有利、更健康的一个决定。我看到的是，接下来显化在你们生命中的奇迹是，你们的生活不会好像只是一个漫无目的运转的小螺丝钉，每天很匆匆忙忙的在生活，也不会觉得精神很累，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接下来的生活，我觉得你们会很平静，而且睡得很香甜哦。你们会主动创造一个适合你生活的一个环境，而且你的心里真的会很安静，很舒适。那一些会扰乱你心灵注意力的东西，不管是小人闲言闲语啊，其实都已经被你的能量隔绝在外了。你们就不会花时间去看到别人的某一个人的留言或讯息，或某一个人的耳语感到很生气，因为你们明白说，其实这些负能量攻击你的能量不见得是你本身不好，而是那个人可能当下对于他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不满，只是借由你作为一个出气孔来发泄哦，或者是说他其实是羡慕你现在的生活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这个接地哦。好，接地。它是水晶网格，很漂亮哦。在这个地上啊，摆着很多的水晶哦。好，这个女生呢，她的身上沿着身体的主要的7个脉轮都放置着水晶哦，有不同的水晶哦。她正在这个空间中连接到自己的盖亚女神，让光跟爱集中哦。她吸入光，然后去吐出那个对她不再有利的负能量，所以它正在回到源头进行转化跟疗愈。这个就是你们接下来即将显化的实相哦。你们将会去把一些不好的负能量清除，然后接收到这些来自于宇宙、来自于天使好的一个能量哦。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脉轮有上中下轮，它是身体里不同能量的一个汇集点哦。以心轮为中心哦，我们有上3轮跟下3轮。那如果你是下轮能量比较强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人，比较实干型的人。那如果你是中轮比较强的人，你们就是一个很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很懂得追求，也可以把每一天都活得很开心、很快乐的一群人。那如果你们是属于上轮比较强的人，你们可能对于形而上这些玄学啊、神秘学或虚幻的灵性的东西哦，比较感兴趣，比较有感。那这一张牌啊，它基本上是一个接地的牌，代表说其实你们上中下轮会达到一个平衡，不再只是某一方面特别的强，就是只关注心灵，然后不关注这个实际如何赚钱，或者是说你们只重享乐，然后都不去内心做一个探究，然后做一个修炼。接下来呢，你们就是这个上中下轮哦，都会有很强的坚固的能量哦，这3轮都非常的强，让你打造出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秩序。那这个秩序啊，其实可以让你的内在跟外在达到一个平衡，而且还能够去稳定你的气场。其实你会感觉到你是被能量波包围的，你会去自己有能力去保护你自己。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花一段时间哦，去接触大自然。这个接触是真的是赤脚，然后去感受到这个地面哦。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你身体去连接到盖亚女神的这个活力。你们可以去拥抱一棵树，或者说你们去
海边啊游泳，或者是说你们如果会潜水的话，也可以去潜水，也可以在大自然中吸收芬多精、散步等等，进行一些交换，跟这个宇宙跟一个自然进行交换，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可以利用水晶来辅助你作为能量的一个清理哦，这些都有助于你们达到脉轮的一个平衡哦。好，我们接下来啊，这一张牌是一个圣地，是一个避难所。好，以外在的实相来看，有些朋友你会拥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可能是你们自己名下的一个房子，不管是你自己赚来的、买来的，或者是说别人赠予给你的，你们会有自己的一个房子哦。在这个房子，在这个空间中，你们可以进行自我照顾、自我疗愈跟再充电。你看这个女生呢，她正在看书，她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她的桌上放着水晶、塔罗牌，她最喜欢的书籍，还有她的可爱的宠物猫咪在陪伴她。然后窗外的风景很美耶，它是这种面海的，然后后面还有山，所以哇，你们可能真的是住在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或者是说哇，我觉得你们会去一个这种风景很好的地方度假，而且是度长假哦。在那边呢，你会觉得你可以很放松哦，去做一些简单的你觉得有仪式感的事情哦，比如说听音乐啊、看书啊、喝一杯茶哦，这个空间哦，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在充电，而且这个空间真的是宇宙准备好给你的，你可以永远当你觉得不舒服、不愉快的时候，就可以回到这个空间，再次的充电。把门关上以后，就可以隔绝外在的烦恼跟外在的压力哦。好，这一张牌一样有大自然哦，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去接触大自然。大自然就很像是神圣的一个庙宇哦，它其实可以让你再次的被充满电。好，那接下来下一张牌是救援哦。好，这个女生她在海底哦，往上伸出手，前面有一只手要拉上，把它拉上来。这张牌哦，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你们真真确确的会被宇宙、被大天使所拯救哦，这是第一个层次。被拯救之后呢，你们接下来要成为帮助他们的人哦。好，你们首先呢是可以看到真的有人要来帮助你了。好，他会伸出一双有力的手，把你带向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去帮助你拉上水面，它帮助你从一个很沉重的这种束缚中脱离出来，使你可以去回到陆地上更轻松的移动。因为这个女生啊，水是她不熟悉的环境，代表说有些朋友你们落入到一个你很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应付的环境。好，接下来会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是会出现，实质上会出现一个人他来营救你，这个解难贵人营救你从一个困境中出来。接下来呢，你们将会成为别人的解难贵人，你们会去帮助其他你周遭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帮助呢？其实我看到的是当你们就是试图向别人伸出援手的同时哦，也是你们在满足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就是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因而你会获得宇宙给你的丰盛的一个回馈，金钱的实质的一个回馈哦。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帮助比较，就是你们去帮助别人比较像是一个虚的，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这个有点像是说呢，你去调动对方的一个意识，比如说呢，你有一个观点，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可以去帮别人疏通它一个卡住的地方哦。那你透过某一个平台的输出，或者是你透过你的文字，你透过你的这种
影音啊、视频啊，把你的观念好放在你的这种受众哦，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下属，或者是说可能是你的老板，或者是说你的伙伴，把你的这些思想放到他们的脑海中，然后就很像是种植了一个种子在他们的心中，接下来你就可以去调动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思想就成了你的一个触手，让你源源不绝的去产生新的价值。所以其实你们的能量是以指数级的爆炸性的在生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讲的话是可以深植人心，是可以散播出去的，自然而然别人就会依照你的话语所行动，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能量诶。那你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去触动人心、调动人心，是因为你们曾经受伤过，你们曾经跌倒过，你们在那个困境中哦，想尽办法要走出来，所以你们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有说服力。好，哇，这张牌是这个梦想哦，然后有非常多的萤火虫在天空中哦。这张牌看到的是在一片这个充满萤火虫、充满星光的田野中，有一个女孩，她正在沉睡哦，她被召唤哦，她的灵魂被召唤在这座花园中。好，她其实算是走出她的家门，来到这个大自然，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要跟大自然多多的连结哦，因为在她的家中，她其实会感受到束缚，就是有些朋友，你就是如果你跟原生家庭靠得太近，你们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相处，有一点束缚感，可是你离开那个环境，你反而觉得放松了，松一口气了，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好，你们的梦想啊，其实就是让你在黑暗中再次照亮道路的那个希望哦。大家有的时候沉睡哦，有的时候冬眠哦，但是最后啊，你们都是可以再次的飞翔的。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宇宙会给你安排一些你需要很安静的时刻，可是呢，在你们这么安静的时刻，在这个晚上，在你入睡的时候啊，宇宙其实也会透过你的梦境去连接你，去指引你哦，并且告诉你说你的梦想需要做什么样子实际的行动才可以去实现，那宇宙啊会去跟你协同合作，在你梦想需要显化的这条路上，它会给你帮助，让你确确实实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跟你的愿景是同步的。然后大家不要小看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平凡的日常，它其实都是你前进的微小的一个累积。然后这一张牌也告诉大家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头脑关掉，就是回到一个很清澈、很干净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就是用脑过度，或者说用眼过度，而你们真的需要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什么都不想，还有什么都不做。因为你们接触的讯息太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神经衰弱，在包含你们又是一个可能比较容易想很多的人，当你看到太多的这种社群媒体的照片啊，或者是说一些新闻啊，其实它多多少少都会激起你的情绪哦。宇宙其实要告诉你说，你就放下手机，然后闭上眼睛眯一会，那你去运用你的直觉去聆听来自宇宙的讯息，因为当你的脑袋充斥的太多，就是人为的那些讯息，人造的这个讯息哦，就像其实社群媒体上有很多的假象，你看的太多的时候，你的思绪不会清明，你就没有办法去听到宇宙给你的讯息，宇宙给你的指引，所以要请你们闭上眼睛去聆听。
好，接下来这一张牌是这个礼物人鱼的皇冠这张牌含有很深的祝福的意味你们的灵魂将进行一场交流，然后进入到一个很魔幻的一个时刻，你们的梦想即将成真，而且这个梦想成真是有一个很有力的权威的人士来帮助你。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从小就想要成为美人鱼，她很喜欢海洋，可是她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真正的人鱼，这个人鱼把她的魔法，把她这个美丽的人鱼的皇冠交给这个女生，以及告诉她如何使梦想成真的一个知识她会帮助这个小女生继续的前进。那这个人鱼跟这个小女孩在沙滩上彼此看见，彼此连接，也形成了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人鱼将她最珍贵的财产就是这个人鱼的这个皇冠，它是一个很有意义很非凡的礼物，交给了小女孩，因为这个是一个给予跟接受的过程，他在传递他的爱，他在传递宇宙给他的一个信任，而你们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你会接收到来自一个有力的人士给你们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讯息好，或者是说你会拥有某一个公司的这个股权，或者是说你会进入一个就是一个有办法决策的一个圈层中。好，你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体，你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关系之后你接收到这个来自那个专业的一个大佬大头，或者是说话有分量的一个人的礼物。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他虽然很有权威很有分量，可是他并不是让人家感到很严肃很难以亲近的，相反的，我觉得他有一种母性的温柔，不管他是男生女生，他其实对你是很温柔的，他想要真的是无私的想要将这个礼物给你，他会跟你讲一些知识，或者说实质上的给你资助，这些知识这些经验这些资助都会给你产生深远的一个影响。为什么这个人要帮助你呢？因为你跟他有共同的一个特质，人格特质还有内在的信念他发现你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就像这个人鱼一样，他帮助小女孩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女孩内在的善，以及对于海洋的一个喜爱，所以他愿意将他的这个事业，将他的这个皇冠传承给他。其实你们真的会接收到一个很有价值的礼物比如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假设你们是那种很喜欢阅读很喜欢看书的人，你有可能在一个同样喜欢阅读的这个圈层中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人，他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士，然后他的兴趣也是阅读，然后透过他你可以去对接到很多不同的窗口，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人脉钱脉，然后透过他其实你可以通往不同的一个世界，类似这样子。所以呢，重点就是你要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去做你热爱的事情，不要去偏离你的一个方向，设法在你喜欢的那个领域上生根。那另外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涵，就是你们在去改善你们的现况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手中是拥有很多不同的运作的资源跟武器，不是只有单单的一种就像这个皇冠是一个具体有形的东西，可是这个皇冠背后它其实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能量，很多的知识。这个看到的是你们身上是一个你们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你们要将这些天赋发挥出来。比如说假设你要帮助你自己改善身心的状况，它其实并不是只有看医生，并不是只有吃药这个方法，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些芳疗，做冥想，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方式来改善你的一个状况。有些东西它不是立即见效的，可是它确实是可以慢慢的去也慢慢的去影响，慢慢的去改变，慢慢的让你的身心灵越来越安定。同样的，你去帮助别人，也不是只有透过你手中唯一一个专业，唯一一个武器其实你们会得到
我觉得会得到复数以上的好运。这个好运是，其实你们除了原有的一个专业之外啊，还可能透过自学去开启一项新的一个技能。好，那接下来我们的上一张牌是这个雨哇，这张牌下雨，下雨之后啊，在这个干枯的大地啊，终于被雨水充满了。好，终于又可以去长出这些花花草草了。所以呢，雨就提供了一个大自然足以去生长的条件。这个是宇宙接下来要给你的东西，你们的各种条件正在被满足，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一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你们不要抓着它不放，你们将会得到你需要成长，然后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大家要去相信。过去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是干枯的，你们是干旱的，心灵干旱，没有雨水，甚至生命中没有一点点的乐趣。可是接下来啊，真的是天降甘霖这个雨水啊，会让很多事情重新的翻新，重新的繁茂起来。这个雨水啊，是降在外面，也是降在你们心灵中你们是受到宇宙所保护的，在你面前的路啊，它可能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就算你们在走新的赛道的时候，你们也不需要独自的去完成所有的事情。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你必须更加的开放自己，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支持。你们会有一群跟你一起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就像这个花，它是成群结队的在开着的，所以会有一个这种一个计划、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事业上合作的好机会、好时机，是可以去帮助你的。好，你们的内在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要去接受帮助，然后你们不要害怕去蜕变，从毛毛虫蜕变成蝴蝶接下来有一场很盛大的筵席会在你面前展开，你需要去做出选择。你们可能会在生命中面临众多的选择，太多的选择有的时候会让你分心，但是前面的这个修炼啊，前面的这个好像往自己内在的探索啊，将会去提升，将会去升级你的这个思路模式，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一个选择。其实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你们的聪明其实将会越来越显现，就是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知道你们是一个有才华、很聪明的人，工作的机会会源源不绝的来。可是你们要怎么选择呢？或者是说你们要自己创业呢？其实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个判断力。你们在生命中会有一些很好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就是你要想说，它是对你长远有帮助的嘛，就是你要暂时去接受一个当下很有金钱回馈的机会，还是你想要去另一个长远有发展的地方呢？因为你们接下来的这个能量是，你们接下来是要用你的脑袋，你们的思维模型是新的思维模式去赚钱，而不是你用时间、你用劳力去赚钱。所以怎么选择，像是你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永远都要选择一个能够扩展你影响力的一个选项。你们去跳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或者是说在生命中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新的身份，你进阶了，你有更好的这个名气跟声望，它都不会去改变你的一个本质，都不会去改变你的一个本心你们的本心才是帮助你成功的原因，不是那些外在的虚名而且你们的成功啊，确确实实的是被写在天空上，是被写在星星上的。你们的命运是可以确确实实的去实现，但是首先就是你们要去开始行动起来，开始去做选择，开始去展开你的旅途，开始去放大你的杠杆，开始去更加有意识的在运用你的一个时间，而不是把自己很低估、很廉价的去跟别人做一个交换。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能量神谕卡。
好，这张牌是通往爱恋的大门，33号牌哦。好，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目前正在一个暧昧的关系，或是你想要追寻一个新的恋情，或者是你希望你当前连接的这个人哦，你们可以多一点火花的话，这一扇有爱心的大门哦，它会将你通往一个全新的经验。你们两个之间的吸引力会很强哦，你会发现，你跟你的伴侣哦，你们有一个很强大、很共鸣的连结哦。这个连结可能是来自于某一个前世的缘分，或者是说一个即将要展开、即将要绽放，来自彼此真心的一个恋情。所以出现这张牌啊，也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们过去有一个不是真心的，或者说不是对你有利的，不是真心爱你的人的这个关系，它也很可能会被结束，因为旧有的人要结束之后，你们才会有一个新的感情上的、恋爱上的一个经验。好，所以我看到的你们的好运其实是复数的好运，加成的一个好运。你们是有爱情，然后也是有这个新的蜕变，是有这个财富能量的一个好运。你们的关系哦，其实呢，不管你们现在遇见了没有，其实你们的连结其实已经存在了。当你抽到这张牌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你们很渴望，你们一直都很渴望一段真心相待的一段关系，这个宇宙会回应你们的期待哦，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失望，说我现在单身很久没有着落，或者说我现在的这段关系岌岌可危。其实宇宙的能量永远都在处于流动，处于变化。如果这个人是对的人，他一定会再次的回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如果你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但是你心中一直对感情有期盼，而且你一直去考量思考你的快乐跟幸福，一直去就是你真心的去追寻自己的快乐跟幸福，而不是告诉自己说好，我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我单身也没有关系的话，你去回应你自己内在的需求的话，宇宙其实会去引导你，因为你的意识，你的周遭环境是你的意识所吸引而来的。你越爱自己的时候，你越散发着美丽跟喜悦的时候，你准备好迎接真爱的时候，宇宙也会把美好的真爱放在你生命中。真的，这是一个我觉得会进展的非常快速的一段关系哦。然后这边有一扇大门啊，这个大门之外是一个牢笼，这个牢笼中有一个钥匙孔。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会真真切切的去打开，去触动你的心哦。他跟以前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应该不大一样哦，他能够让你体会到，真的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然后你愿意去很深的去信任这个人，然后把自己全然的交付在他的手中，或者是说你愿意因为他，愿意去爱他，去做很多的事情，你们两个会带来丰盛，不是只有爱而已。这张牌的这个爱的能量是很华丽的，我觉得你们在相爱的过程中也会显化很多的丰盛到你们的生命中。有可能他会协助你的事业，或者是说你们会一起创业，或者是说你会去帮助这个人，让他在工作上能够更精进哦。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能量。好，第二张牌是通往个人疗愈跟幸福的门哦。好，这一张牌也是有鸽子，有彩虹，还有这个很漂亮的大自然的一个环境哦。这张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很吉祥哦，就是一个大吉的一个签吧。这张牌就是美丽的大门，它背后其实是一个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所在，一眼望去还有很漂亮的盛开的莲花。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们的内在会完成自我疗愈，会很平衡很平静，所以你们不只是复数的好运，你们应该至少有3个好运。第一个就是你们的爱情，还有你们跟自己的自我疗愈、自我对话。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丰盛，对，你们的丰盛，外在世界的丰盛会以很神奇的方式去显化出来，那你们绝对要打开心去接受它，因为这个好运啊，它来临的形式可能是令你意想不到的。有些朋友真的是意外之财、意外的机会哦，就是误打误撞，你从这边开始之后呢，你就发现这条路是可以走的，或者是说你因为知道了什么消息哦，这个消息是可以让你赚钱的。那有些朋友，你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是因为你过去在某一个领域上深耕哦，你真的是很专精了，然后呢，你去发表你的作品，或者说你建立的这个口碑被人家看见，因而你有更多的这个空间，更多的这个机会哦。好，通往个人的幸福疗愈之门哦，你们如果以敞开的心态来接受宇宙的一切改变，因为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会有酸甜苦辣，你们去接受，最后啊，一切都会迎来一个丰硕的成果，一切都会开花结果。所以这张牌的出现，大家其实是可以以一个很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去期盼的。在新旧能量的转变之后啊，你们迎接到的这个新的开端是，你们可以去主导你自己的人生，主导你自己的生活，你们可以去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我觉得你们可以得到一个这种初步的财富自由的阶段。有些人你们是透过减少自己的开支，有些人则是透过这个赚取很多的金钱，就是金钱赚钱能力上的升级，或者说这两个都有，所以你们可以初步的获得财富自由。那有另外一种的能量是，有些朋友你们就是在做你喜欢的一个工作，你就是把这个工作当作游戏，所以每一天投入的时间其实很长，你们也不会觉得累，相反的你会觉得很开心。对你而言呢，它其实不是一个辛苦的事，对你而言呢，其实你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自由的去发挥你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你的这种流动感，所以你们不再会感受到束缚。对你而言呢，这个也是一个实现自由的方式。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如果今天的解牌有连接到你们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3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